大夫，我夫人究竟怎么了？从脉象上看，夫人并无大碍，腹痛至此还没问题，定是医术不精。来人，去请太医。老爷，不必了，大夫都说没事，许是昨日受了凉，歇歇就好。你若是心疼采薇，也不该把自个儿身子折腾坏了。大嫂这病的真是巧，魏国公府的门槛难进，她这肚子倒先疼起来了。可是无碍了，让老夫人担心了。我已经没事了。我还想着你要是身子没好，出不了门，就让二夫人带你去魏国公府赔礼。既然你没事了，还是你去的好。我娘没来之前怎么没听你这么说？见我娘没事了，故意拿这类话来恶心人。采薇是老爷和我要接近府的，她的事理应我们负责。娘，我和您一起去魏国公府。娘是去赔礼道歉，又不是去做客。你爹会陪我去。婉儿也去？我不去，我是来送爹娘出门的。又不是出远门，还要你送？女儿舍不得爹娘吗？我是来前院看戏的，这场戏爹爹可得接吻。叶三老爷，这是怎么了？有事起来说。是我对不起大哥大嫂，对不起定国公。老夫人，不好了！叶三老爷在大门口给国公爷跪下了。叶三老爷说他对不起过世的叶将军和姑奶奶。叶三老爷说，这个表姑娘是假的，真的表姑娘4年前就已经死了。4年前，采薇去赴约的路上坠入湍急河流，生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我与二老爷怕被责怪，便商议找个年纪相仿的冒充。那回在护国寺，我梦到了姑父姑母，他们质问爹爹为什么没照顾好表妹。我觉得奇怪，表妹在咱们府里锦衣玉食，怎么会没照顾好呢？所以呢？女儿便求道士算了算，道士让去坟前烧纸，我不知道坟在哪，只能托表哥派人去问叶家。谁知叶三老爷问心有愧，这一问下，什么都招。我知罪，我真的知罪了。我是怕定国公怪罪，才与二老爷想出这瞒天过海的法子。这么大的事，你为何不先回了祖母再做到？婉儿是怕祖母担心，这些日子婉儿一边派人给姑父姑母烧纸，一边可劲儿的疼表妹，就想替父亲分忧呢。告诉你，你这老太婆不就得跟二叔串通，把这冒牌货藏得更紧了吗？难怪这阵子婉儿又是送浮光祭出，又是请内教坊李副师教舞，还送了那么多昂贵首饰，原来是舍财免灾呀！我说明明爹娘格外疼表妹了，连县主之位都给了她，姑父姑母怎么还托梦说缺吃少穿？原来她根本就不是我表妹，把那些东西都还给我！要没空去接人可以直说，我不会执意要你去，你就是这么接人的。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，接一个不相干的人进府，连本该属于婉儿的县主之位都给了一个冒牌货。大哥，是我有负所托。叶三老爷求我一时鬼迷心窍。国公爷，这事儿也不能全怪二老爷。既然她不是真的表姑娘，与我们定国公府没干系，哪里来的送回哪里去。我不走，舅母，我不要被送走。送走？你带了多少东西进府，就带多少东西走。这清医院，这县主封号，统统给我吐出来！嫌他碍眼，给我拖出去！慢着，虽然她不是真的采薇，但毕竟在府里生活了4年，就这样送走她一个孤女，怕是会受尽欺负。采薇她琴棋书画、诗词歌艺都不错，将来拿来联姻，对咱们定国公府有百利无一害。收做干女儿？淫！我沈记的女儿不需要拿这种来历不明的东西去联姻，立刻把人送出府！这种表妹太会闯祸了，毁了康王府的话，又撞了魏国公女儿，收做女儿，那是嫌咱家麻烦不够多吗？
夫人，二老爷救我！不能送走，谁也不能动她。采薇是我的女儿，你们不能送走她。采薇是我的女儿，你们不能送走她。蠢货，真是个愚不可及的蠢货！大哥，沈剑，你要打死他吗？你知不知道欺君是什么罪名？老二是有负所托，那是叶家护送不力，他们都怕你，不敢说实话。采薇到底是自家人，不会祸害国公府。欺君之罪怎么办？真的采薇落水4年，找不回来了，不如将错就错，继续让他顶了那个身份。祖母疯了吗？欺君已是死罪，祖母是为了二叔的一个私生女，要赌上定国公府9族的命吗？将错就错，拿皇上的恩典去奖赏一个私生女，我沈记还没卑劣到这种地步。把二老爷拖下去，杖责30，扔去祠堂，没我允许，谁也不准探望。父亲此时进宫请罪，县主封赏10有8九会没，但皇上英明，定能保住咱们府上下平安。若是皇上还愿给封赏，请父亲将爵位给长姐。你不要，长姐更需要，凡事长幼有序。等未来父亲再立军功，再替我请封就是。好女儿，这种祸害，还是二叔二婶去赔礼道歉的好。老夫人都说了让大嫂去，婉儿，你要忤逆。昨儿三妹妹说谁接回来的谁负责，四婶当时也在，怎么我娘病着没好也要去？这就是孝道了。我身子确实不爽。四弟妹，既然你这么有理，不如你去魏国公府代为赔礼。这如何使得？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四婶明白这个道理。还有这冒牌货，毁人名化，冲撞世家姑娘，若不严惩，以后还得捅更大的篓子。确实该罚，去佛堂抄1个月家规，还愣着做什么？押去佛堂。神武，你凭什么在那装清高？你疯了！是你要我对魏国公府四姑娘的，是你指使我的。祖母，明明是他自己不小心撞到魏国公府四姑娘的，救回来是我指使的他。我不小心，若非你逼我帮你出气，我犯得着去撞魏国公府四姑娘？我敢指天发誓，没有半句虚言，你敢吗？够了，丢脸的东西！你们俩都给我去佛堂抄家规。明日你去魏国公府赔不是。是，母亲。且慢，既然身份已明，把你的东西搬出清医院，再去佛房领罚。让他继续住着。清医院是婉儿从小住的地方，老二的庶女占着嫡女的院子，传出去，定国公府还要不要脸面？这是宋明月，就是我的。孙妈妈，我爹娘和云家送给表妹的东西，不能拿回来吗？二姑娘，这拿回去也用不上了。堂姐妹之间抬头不见低头见，多少留个几天。只她一个庶女，用着我大房嫡出的东西，压了三妹妹一头，想来二婶和三妹妹必然高兴。既然孙妈妈这么说了，就留几件吧。这是何物？这不是我丢的那些首饰？是咱们那好表妹从长姐这儿哄骗走的，足足10几件。这还是长姐出嫁早，不然被她骗得更多。也不知道真正的表妹是不是还活着。4年前，二叔主动揽下接人的差事，接着真的表妹就意外坠水。这世上哪有这般巧的事？怕是早就，可惜没有证据。娘，爹爹回府了吗？回来了，天佑我沈家，圣上英明，没有怪罪你爹欺君，县主的封赏也未收回，过几日会有圣旨下来，改封你长姐。阿伟，这本该是婉儿的，而且我这辈子已然……长姐，皇上已经给我赐婚了，我可是未来的靖北王世子妃，还要这劳氏的县主做什么？给你最合适不过。旁人挤破头想要的东西，你们两姐妹倒好，互相推推让让。清医院离得虽近，但你若搬过去了，
你再不能同我这般日日一道用膳说话了。长姐放心，我虽搬回去，不过晚个半月再搬。那院子被冒牌货住脏了，总得去晦气。你爹方才从宫里回来，已经命人去当年叶采梅落水的渡口搜寻了。婉儿，你老实交代，你真梦见了你姑父姑母？借口罢了，我从未梦见过。娘猜就是，只是你爹深信不疑，眼见着军务脱不开身，急得直跺脚。你爹这人，外人骗不了他，自家人是一骗一个准儿。但愿爹爹别真的去军州。4年前的事处处透着蹊跷，二叔主动去接人，表妹却意外落水，这其中只怕没那么简单。二姑娘、长姑娘，南苑佛堂那边，表姑娘跟三姑娘吵起来了，两人还动了手，那位的脸都被三姑娘抓破了。怎么还叫表姑娘？这奴婢也不知该如何称呼那一位。看来她自持贵相，底气足得很呢。老夫人如何说？老夫人气得不轻，已经派清渊去佛堂守着了。动手好啊，狗咬狗一嘴毛。银创，再给我盛半碗饭。毕氏二婶又病了，这老掉牙的招数，每次出事就装病，无非是想把赔礼的差事塞给我娘。老二家的大病不起，去不成魏国公府了。老大媳妇儿，还是你替他走一趟吧。老夫人，不好了！二老爷拿私生女冒充叶表姑娘的事传到了御史台，今早御史们联名弹劾二老爷被贬官2级。贬官2级？婉儿，你跟来做什么？快下去。娘，我是御赐的准靖北王世子妃。魏国公府今日就算不给父亲面子，也得忌惮一下靖北王府。我陪着您，没人敢给您脸色瞧。你呀，定国公夫人准世子妃，两位里面请。二房造下的孽，倒要我们大房来善后。不过没关系，今日这魏国公府的门，我倒要看看他们怎么算这笔账。怎么是定国公夫人亲自前来了？不怕夫人笑话，府里出了那样的丑事，二夫人已是气病倒了，我带她前来赔礼。不知贵府四姑娘的伤可好些了？胳膊脱臼当天就治好了，只是额头磕破了，怕是要留伤疤。到底是定国公的掌上明珠，这通身的灵气与靖北王世子甚是相配。夫人谬赞了。你们都退下。魏四姑娘要和我说什么？顺阳长公主府牡丹宴上，你利用我，如今你倒还敢来我魏国公府？魏四姑娘知我没有恶意，不然早将这事儿告诉我那三妹妹了，不是吗？看来你们姐妹的感情也不怎么样，确实没外人看来的那么和睦。不过我倒是觉得，我与魏四姑娘或许能成为朋友。做朋友？为什么？敌人的敌人是朋友，不是吗？你这个朋友，我交了。作为朋友，我得提醒魏四姑娘一句：屈城侯世子非良配，不可嫁。屈城侯世子，我与他毫无瓜葛，沈婉为何凭空说出这种话？前世魏国公府被抄家流放，证据正是那位屈城侯世子呈上去的。四姑娘宁可错过，也不能嫁错这头中山狼。婉儿，想什么呢？令太傅府离得不远，你陪娘去给厉老夫人请个西安。好，林老太傅是当今皇上的恩师，也是我父亲的恩师。若没有当初令太傅的照拂，爹爹怕是早就被老夫人捧杀成了一个废人。这份恩情，我们沈家如何能忘？快坐到我身边来。一段时间没见，婉儿出落得越发标致了。是有好些天没带婉儿来，给您和老太夫请安了。每次连老夫人看我的眼神都很奇怪，那眼角隐隐的红意，分明是透过我在看另外一个人。怎么没把鱼儿也一起带来？我都有大半年没瞧见过她了，她受了那么多委屈，可还好。鱼儿在家里静养，如今已经好多了。
今日是婉儿执意要陪我去魏国公府，我瞧着离得近，便带她来给您请个安。也是，不过皇上将婉儿赐婚给靖北王世子的事，老太傅可高兴坏了，直夸你们般配。老太傅看人一向最准，他不止一次说过，那靖北王世子将来成就不在靖北王之下，能得老太傅这般夸赞，婉儿嫁给他定是错不了的。能娶到咱们婉儿，那也是靖北王世子的福气。老太傅看人确实准，谢景玉可是生生把昏君拉下龙椅，自立为王，那成就确实天下无人能及。今天这顿饭吃得胃口大开，你们母女可要常来陪陪我这老婆子。兰老夫人若喜欢，我和婉儿以后隔三差五便来。老夫人，老夫人，我没事，只是可惜我与老太夫福薄，这辈子没有儿子，也没有孙儿。婉儿那双眼睛，生得和我的青樱一模一样。每次看着她，总觉得青樱还活着。大哥，你这是去哪儿狩猎了？和妹夫一起去的。大哥，我这还没过门呢，你呼喊什么？这要传到人家耳中，旁人怎么想我？不得乱喊，你妹妹脸皮薄。圣旨赐婚，她还能跑了不成？再说了，我今儿当面喊靖北王世子妹夫，她也没说什么，瞧着心情还挺好。大哥居然当着谢景瑜的面喊了，我还要不要脸了？行了，知道你爱吃野兔，给你打了2只。对了，还有半个月就是妹夫生辰，你可别忘了准备生辰礼物。我知道了，回头我上街挑块玉佩送去。定亲后的第一件礼物，不在贵重，在用心。自己亲手绣的新荷包，比什么死物都强。听娘的，我绣就是了。姑娘，红袖好像病了，上午吐了好几回，午饭也没用。人呢？在耳夫歇着呢。奴婢说要请大夫，他拼死拦着，只说自己歇歇就好。真是奇怪，吐成那样还不请大夫？难道看病不用花钱，他还舍不得？既然他不想请，便随他去吧，让厨房送些温热的小米粥过去。你们听说了吗？新上任的户部侍郎昭平伯上了折子，说户部账目存在巨大的窟窿，皇上已经震怒，下令户部自查了。户部贪墨案，前世户部尚书为了补上贪污的亏空宝珠乌纱帽，设局让女儿落水被大哥所救，生生毁了大哥一辈子。这一世明明没有雷劈太庙的影子，这案子竟还是被翻了出来。祖母，我身子有些不适，先退下了。婉儿，你一路上都失魂落魄的，可是有心事。大姐，昨日清远道长曾让咱们小心大哥的亲事，大哥性子热忱，又成天指望往外跑，我是担心，万一他在外头救了什么居心叵测的姑娘，被迫娶进门来，可就糟了。等回府，我们定要好好叮嘱大哥，在外遇事不可冲动。停车！张姐，我有急事需处理，你是陪我一起，还是在车里等我？我就在车里等吧。许燕，户部尚书之女，前世你靠英雄救美赖上我大哥，却在婚后勾结二房，害死我大哥，甚至气死我娘。你肚子里的那个野种，成了摧毁宁国公府长房的最后一根稻草。既然这一世又重逢在翡翠阁，我绝不会让你重演前世的算计。连这个玉镯都不会吗？真是笨手笨脚！明明是你松手太快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是我故意为难你一个翰林院的穷酸家眷？就是赵大姑娘，接不住就是接不住。这镯子价值不菲，你可该照价赔偿。你们分明是合伙污蔑。我替他作证。
我当是谁？沈二姑娘也要多管闲事吗？曲大尚书酒入贪墨二，曲大姑娘心情不好，也不该拿无辜的人撒气。我心情不好？我有什么心情不好？你胡说什么？别怕，我亲眼看见是他故意松手。若是曲尚书不服，咱们只管去大理寺，让审官来断一断，看还有谁敢当众作伪证。说，到底是谁的错？我们刚刚什么也没看见。我想起来家里还有事，先行一步啊！曲大姑娘这就想走了，陪完玉镯再走。沈二姑娘，你就这么喜欢管闲事？这闲事我管定了。你要不陪，我就替赵大姑娘把这碎玉镯送去大理寺，我要让满京城的人都看看，你堂堂尚书府嫡女是如何仗势欺人的。姑娘，大局为重。多谢沈二姑娘，今日若非有你，这闷亏我是吃定了。玉不过手，以后买这类物时还是注意些。不仅是帮你，你爹是翰林院的，此时闹开对曲家名声最是不赖。曲嫣，这辈子我不仅要我大哥离你远远的，还要你名声扫地，看你怎么嫁进沈家。姑娘今儿怎么看都像是赶着来跟曲大姑娘吵架的。昭平伯世子，长姐，你这么看着我做什么？昭平伯世子刚才找你，找我？他不是找长姐吗？他拍着车门喊的是沈二姑娘，我听得真切。那，你可要去问问他有何事？去云家了，马车已走了。你爹也是糊涂，手握重兵，却让女儿被人这么欺负。自家院子里养个私生女，顶了外甥女的名字，他也被耍得团团转。想起那叶采薇不沈梯的事，我就一肚子火。大难不死必有后福，咱们幼儿的福气定在后面，让外祖母挂心了。所以我才说呢，爹爹这人骗外人是一骗一个准，被自家兄弟骗那也是一骗一个准。大表哥平日里也是这边的忙，找云烟有事。表哥之前帮我上不少忙，原想谢他，可我就怕自家大哥办事不靠谱，往后还得找表哥多担待。你这丫头，你表哥听到这话肯定高兴，但他只会心疼你大哥。你大哥若听见了，非得气得跳脚不可。长姐，咱们快走，趁大哥还没回府告状。你呀，就这张嘴不饶人。听说今儿二姐姐在翡翠阁好生威风，帮着翰林院赵家大姑娘出头，生生逼着户部尚书府的曲大姑娘赔了摔碎的玉镯。婉儿，我也不想多管闲事，可偏生那么巧，一进翡翠阁便见曲大姑娘仗势欺人。父亲常教导我们，做人要无愧于心，我便管上一关了。帮着作证也就罢了，还非逼着曲大姑娘赔偿，这不是纯粹和户部尚书府建交恶吗？不交好也不能交恶吧。三妹妹火气怎么这般大？我不过是与曲大姑娘起几句争执。三妹妹，你与魏国公府四姑娘见面就掐，我可曾说过你半句不是？四妹妹前日推人家下台阶，祖母也不过罚她在佛堂反省了3天。我这多大点事儿，你还指望着祖母罚我不成？我只是为了定国公府好，怕你以后好管闲事，惹下大祸祸及全家。三妹妹的话未免功利心太重了。尚书府与学士府在我眼里皆无贵贱之分，难不成下次见人被欺，我为了攀权富贵强行袖手旁观，让全京城指着咱们国公府的脊梁骨骂？生完了，我为你好，你别不知好歹。我也为你好，劝你和魏四姑娘化干戈为玉帛，你可会听？都给我消停点儿！婉儿，你方才太冒险了。长姐放心，他们拿我没辙。二小姐，世子爷在前院书房，请您过去一趟。快去吧，我先回明月院。这大老远的，大哥真是折腾人。大哥，你下回有事能不能直接去明月院找我？这一路走的累死人的。虽然妹夫不是外人，
但妹妹下回说话前，能不能先看清屋里有人没人？大哥，我真恨不得现在就找根针把你的嘴缝得死死的。我和婉儿说几句话，你先出去。不是，这可是我的书房。他叫我什么婉儿？这大魔头今日来，究竟是为何事？那个，我大哥平时就爱胡言乱语，世子爷千万别介意。你我圣旨赐婚，已无和离的可能。别，你放心，肯定有办法和离的。实在不行，等过个2年，我可以假死给你腾位置。假死？你可知欺君是什么罪名？你连龙椅都敢掀，还会怕欺君？我不过是怕你担心我占着世子妃的位置不还吗？当初是你答应借我2年的，这期间我定能想出2全其美的法子。若是真到了万不得已，你就这般怕我杀了你？大庭广众，料你也不敢。要不，我现在就装病，你回去劝说王爷，2家一起去求皇上收回成命。皇上顶多把他们打一顿出气，也就同意了。把脖子护好。为什么？你再多说一句，本世子真要忍不住掐死你了。不说就不说。那你今日特意来此，是要与我说什么？我今日来，是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。什么托？你不是一直想撮合昭平伯世子与你长姐吗？昭平伯世子是脑子进水了吗？找谁做说客不好，偏偏找到这个活阎王头上。他想做什么？他想私下见你长姐一面，请你帮忙撮合。我长姐自和离后，连房门都不愿出，更遑论见他。见了面又能说什么？需不需要我帮忙？后日想办法让你长姐去一趟护国寺后山，到时你便知道了。我可不是故意催你们啊，我是被这冷风呛着喉咙了。怎么？跟妹夫说小话不带我，现在跟我说话，连妹夫也要避着。大哥，你老实告诉我，你心里喜欢的那位姑娘到底是谁？好奇心这么重，小孩子家别瞎打听。你连我都不愿说，就不怕生生错过了她？那个，要不你再回屋和妹夫聊几句，多培养培养感情。别打岔，大哥，我可告诉你，我得到风声，户部尚书卷入了贪墨大案，他为了自保，正盘算着设局把曲大姑娘嫁给你，好借父亲的面子，让皇上从轻发落。怎么会？曲尚书怎会做这种事？不怕1万就怕万一。长姐的婚事，若非我多长了个心眼，她如今命都没了。你往后出府给我把招子放亮些，瞧见那个曲燕就立刻绕道走。我今日把话撂在这儿，你若再被曲家算计了去，我就让靖北王世子把你剥光了挂在树上吊3天3夜。好妹妹，好婉儿，大哥保证，往后瞧见那曲大姑娘，一定绕道走，绝对退避三舍。这还差不多，记着你的誓言，若被我发现你跟他有什么牵扯。银川，走这么急是要去做什么？2位姑娘，刚才红袖给长姑娘送东西，在屋里连饭恶心，吐得不行，长姑娘要给她请大夫，她死活不依。长姑娘不放心，让奴婢去禀告夫人。不必禀告夫人了，你出府去买些蜜饯点心，各种梅子，酸的甜的都买一些，给红袖送去。啊，买酸梅？可红袖病的照办就是。长姐，我已经叮嘱过大哥了，但还是有些不放心。后日我想去护国寺一趟，替大哥求个签，你陪我走一趟，散散心可好？好，依你。玉儿今儿怎么有兴致来给我请安？祖母，长姐整日闷在明月院，我都怕她闷坏了。今儿天好，我陪她去护国寺转转，祈福散心。也好，去吧。2位小姐，这也是昭平伯府送来的第7张拜帖了。我娘身子不好，不会见伯夫人的。
退回去吧。这位道长，日子过得倒是惬意。人不在，那咱们如何是好？无碍，本来就是来散心的，咱们去给姑父姑母添些香油钱吧。鱼儿，就不能听我说几句话吗？我与你没什么好说的，让开！张姐，让开！鱼儿，别动！我让！张姐，你的脖子还在流血，我先给你包扎一下。张姐心里根本没有放下他，可这伤痕怎么就结得这么深？谢景玉这动作也太快了，这场戏演得真卖力。划一道小口子意思一下就行了，怎么还弄得鲜血淋漓的？苦肉计使的倒是不错。谁派你们来的？你有没有受伤？这些刺客不是你派来演戏的吗？我的人还没上场。你说什么？这些是真想要命的杀手，若非他及时赶到，我今日就真的交代在这儿了。小月，你醒醒，你别吓我，子源。没事，死不了。爷，剑上有毒，送他去看大夫，快！婉儿，我去亭子那边坐坐，你们说话吧。长姐，前世他养我骨灰，这一世他却三番五次救我，到底该恨还是该怕？怎么，你就没什么想对我说的？多谢世子又救了我和长姐，好看。既然好看，为何总盯着我的领子看，不看我的眼睛？不看就是不看。我送你们回府。不用劳烦，我们有侍卫跟着。你确定回去的路上没有第二部伏击？这么快就说完悄悄话了？有什么可聊的？长姐，咱们快回府吧。怎么会有人刺杀你们？可有哪儿伤着？我们倒是安好，只是一同去护国寺的昭平伯世子，为了救长姐，受了重伤还中了毒，如今也不知情况如何了。什么？昭平伯世子替你们挡了刀？昭平伯府此前连送7封拜帖，我都拒之门外。如今人家儿子却舍命护了我2个女儿，这救命之恩若是不增文致谢，我们定国公府岂不成忘恩负义之辈？可这去了，又该如何面对昭平伯夫人？娘，你也别太犯难。依我看，先派大哥以同辈身份去昭平伯府探望，带上上好的解毒药材。若是大哥进得去门，便说明他们未曾记恨，您再登门不迟。这倒是个法子，省得我们当长辈的直接去尴尬。你大哥这个不着调的，这半天又不见人影，我这就让人出府去寻。挑的岂止是靖北王世子？我和长姐刚到护国寺后山，刺客后脚跟着就到，行踪如此鬼神莫测。三妹妹，难道不觉得是咱们国公府里有人吃里扒外，提前泄了长姐的行踪吗？二姐姐胡说什么？谁会去给你泄密？果然跟这房人脱不了干系，刺客只怕不是他们派的，但这行踪必是二房吐露出去的。只是背后想要长姐命的人究竟是谁？老夫人，不好了！二少爷和户部尚书府的曲大姑娘一同落水了。什么？赵儿落水了？到底怎么回事？二少爷有没有危险？说是世子爷和二少爷他们今日在明月湖游湖，正好碰上锦头掉进水里，曲大少爷急着救人，不小心把咱们二少爷给撞了下去，结果是二少爷硬把曲大姑娘给捞上来的。如今人都无碍，只是青玉毁了。户部尚书的嫡女配咱们老二是高价，只是曲家现在正摊上户部的贪墨大案，要是这时候扯上姻亲，可不是什么好事。曲妍竟然和沈庄落了水，看来是我让大哥绕着曲妍走，这下曲妍是绝无可能再染指大哥了。
去过昭平伯府了，妹妹放心，昭平伯世子的毒已解，休养个10天半个月就能下床。他没事就好。婉儿，你老实告诉大哥，究竟是谁透露消息，说户部尚书府要算计我的？二哥今日在明月湖出了事，大哥觉得呢？今早二弟非拉着我游湖，碰上曲家大少爷和曲大姑娘，曲大姑娘落水，曲大少爷借着救人的名头猛推我，若非你前日耳提面命让我防备，今日落水救人被逼取屈烟的，可就是我黄泥吊裤裆，不是屎也是屎了。我多留了个心眼，反手把二弟扔了下去，正好让他捞起了曲烟。大哥以后什么都听你的。当真？那我问你，你心仪的那个姑娘，你还怕你大哥我娶不上媳妇儿吗？去歇歇吧。大哥前世将那话藏了那么多年，至死不肯吐露半字，我一遍遍追问，无异于拿刀子去戳他的心窝。听说曲大姑娘昨日落水受了寒，昨儿夜里就发了高烧，折腾的尚书府人仰马翻。老大媳妇儿，你今日备份厚礼去户部尚书府探望一下，顺带也帮赵儿把提亲的事儿办了。娘，您不能去。婉儿，长辈说话岂容你插嘴？二姐姐，祖母让大伯母去尚书府，你竟敢当众阻拦，真当自己是世子妃？若只是探病，我绝不阻拦。可求亲，长姐当年就是因为落水，不得不嫁入永清伯府，受尽折磨。救个人就非得清誉受损，强嫁强娶，这是什么道理？若今天救人的是个乞丐，姑娘家便要葬送一生吗？可世道便是这般规矩，明知是错，还要踩进去。四婶，若哪天有个相貌丑陋、家世低微的下人救了六妹妹沈溺，四婶也甘愿把六妹妹塞给对方做媳妇儿。姑娘，户部尚书府刚才把曲大姑娘许给二少爷了，二夫人这会儿正得意呢。意料之中的事，曲烟失了名节，若不嫁沈抽，这辈子便毁了。前世你们勾搭成奸，害得我大房支离破碎。这一世，你们两个狼心狗肺的东西便锁死在一起，省得再去祸害旁人。大哥，为了救我和长姐，昭平伯世子受了那么重的伤，你何该再去探望探望？那是自然。若是他有话想对长姐说，你便让他写封信。大哥，你得带回来。你希望他们在一起？大哥难道不惜指长姐寻得良人？我相信昭平伯世子绝不负他。哼，他若敢负，我这拳头可不是吃素的。大姐，我去瞧过了，他身上的余毒都清了，休养个10天半个月便无碍。没事便好。大姐不看，那我便扔进火盆了。姑娘，世子爷在信上什么都没写，只是约了大姑娘明日去清水桥见一面呢。我不去。婉儿，他等不到，我自然会回去的。他可是个倔脾气，为你可连命都不要。长姐真要他在寒风里等上1天，等得伤口崩裂昏厥过去。上回见到他这副满眼绝望的模样，还是前世在长姐的坟前。如今事态尚好，他到底在落寞着些什么？我以为你不会来了。我不该来的。你当真决意要回永清伯府？昭平伯世子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长姐险些被永清伯府那一窝畜生害死，人尽皆知，她怎会回去？你决心不回永清伯府，我这就回去让母亲上门提亲。只要你愿意嫁我，孩子生在昭平伯府，那他便是我的嫡长子。长姐，你可听得懂他这一番风言风语？听不懂。玉儿，我保证，我会对他视如己出的。萧玉，你口口声声孩子，到底在胡扯什么？哪里来的孩子？你们难道还要瞒我？外面都在传，沈大姑娘怀了永清伯世子的骨肉，为了保全孩子才执意和离的。荒谬，不可理喻！你真是个木头脑子。我长姐的身子干干净净，若真怀了那烂人的主，我沈家还不亲自动手？
你从哪儿听来的这老屎子下三滥谣言？没有，当真没有。姑娘，这史子也太……这叫兵不厌诈。长姐那个性子，不下一滴猛药，这辈子都走不出来。你放肆！我的伤口怎么了？是不是扯到伤口了？御医不是说你装的，登徒子。他还有脸来负荆请罪？府外传的长姐有孕的流言，8成就是这无耻的一家子自导自演的。玉儿，以前是我们永庆伯府对不起你，可孩子是无辜的呀，你总不能让孩子生下来没有父亲，生在定国公府算怎么回事？永清伯夫人这话真是可笑，你们这般大仁大义，当初又怎会下毒手去谋害我长姐？若非我长姐命大，这会儿坟头草都几尺高了，好给你的心肝表侄女腾位置。之前的事都过去了，我伯父也受了教训，如今秀儿有了身孕，这是祖宗必要。永清伯夫人，我本想着和离之后各不相干，你莫要在此空口白牙的坏我清白。阿宇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原谅我这一回吧。为了孩子，休得在此胡说八道。你们永清伯府的世子夫人2年前就已经死了，活着的只是我们定国公府的长姑娘，跟你们没半点干系。孩子总是许家的骨肉，玉儿，你怎能这般狠心？哼，孩子，永清伯夫人既然咬定我长姐怀了孕，今儿来拿人，怎么出门没带着大夫？带大夫做什么？若没有怀，你们在此负荆请罪，把脏水往我定国公府门牌上泼，又当如何？这怎么会没有？全京城都传遍了，算盘珠子都崩我脸上了。不就是欺我二叔被贬官，永清伯在朝堂不好过，世子丢了仕途，就想巴结上我爹，利用空穴来风的流言让我长姐重回火坑吗？我今日把话撂在这儿，即便我长姐真怀了那个种，我定国公府也宁可打落那块肉，也绝不会让我长姐再回你们那狼窟一步。滚！玉儿，外面传得沸沸扬扬的，你当真没有怀身孕？娘，外面那些见风是雨的瞎话，你怎么也信？没有就好，没有就好。天可怜见，总算没被那家人缠死。长姐出嫁2年，吃了多少药都没动静，和离才刚几天，若能怀孕才是活见鬼。这谣言到底是从哪儿刮出来的？到底是谁在背后散布这次恶毒的荒谬流言？这是要逼死我们雨儿啊！姑娘，夫人，会不会是前几日红袖在大姑娘屋里犯呕的那件事给闹的？红袖呕吐，银川刚才跟我咬耳朵，说前日大姑娘让红袖回房养病时，院子里有几个碎嘴的粗使丫头嚼舌根，疑惑是不是大姑娘有了身孕。当时银川把他们好生痛骂了一顿。我们在后山遇到的真刺客，为的也是斩草除根，不让我长姐代孕重回婆家，抢了那外室表妹的位子。让李管事请个大夫进府。二姑娘，奴婢已让李管回去请大夫了，约莫1刻钟便能进府。做得好，走，去寿安堂。婉儿，户部尚书夫人这会正在老夫人屋里呢，咱们先回明月院吧，免得碰上平天尴尬。娘，既然尚书夫人在，那我和长姐就更得去了。今日这出戏，缺了她可唱不下去。尚书夫人，大嫂他们来给老夫人请安了，咱们先去花园走走吧，正好瞧瞧那新开的菊花。老大媳妇儿，家丑不可外扬的道理他们不懂，难道你也不懂吗？在这个鼓眼上把幼儿带过来，诚心触眉头是不是？祖母，永清伯世子背着荆帮，此刻还跪在大门外呢，满京城的百姓都围着看热闹。这家丑不是祖母想遮掩便能遮得住的。有了身孕，为何要瞒着家里？回祖母，孙女并没有怀身孕。没有？大姐姐怎么会没有呢？如今府外流言四起，
府里更有粗使丫鬟说，亲耳听到你在屋里害喜，吐得起不来床。哦，那敢问三妹妹，到底有谁亲眼瞧见我长姐害喜？是哪只眼睛瞧见的？丫鬟瞧没瞧见？我怎么知道？祖母，孙女刚才回来的路上，百思不得其解。如今想来，这流言之所以传得邪乎，只怕是因着红袖。红袖那向来是个嘴严的，怎么会是她？孙妈妈误会了，红袖这几日身体欠佳，频频作呕。几日前，她去给长姐送东西，在长姐屋里控制不住呕了吐，想必是被外面起疑心的碎丫头听了去，误以为是长姐害喜。红袖可是祖母赐给二姐姐你的，这才去明月院几天，怎么就病倒了？莫不是二姐姐苛待了她？三妹妹这话说的好笑，是我体恤她，特意让她连夜帮我绣一幅百寿图。这做针线的长期低头劳累，脖颈不适导致犯恶心，我方才已让李管事去请了大夫，此刻人已到。大夫，大姐姐可有喜脉？沈大姑娘的癸水尚在身上，气血有些虚罢了，怎么可能会有身孕？红袖，这怎么折腾成这副柴火模样了？大夫，我这大丫鬟病了有些日子了，择日不如撞日，有劳大夫顺道也给她瞧一瞧。奴婢没事，谢二姑娘恩典，奴婢真的没事，不用瞧大夫。祖母您瞧，每次我说要给她请大夫，她便这般要死要活的讳病忌医。原先你若病得轻，歇息2天也就罢了，如今好几天都不见起色。你不想我为你专门破费，现在大夫就在跟前，伸个手的事儿，拧巴些什么？奴婢不看，求姑娘放过奴婢，奴婢不看大夫。给我坐下！就算你是祖母身边的旧人，如今在明月院，我这个做主子的为了你好，命令你也得听着。红袖，二姑娘这也是心疼你，别不知好歹，老老实实坐着，让大夫把你个脉。大夫，我这丫鬟到底是因为劳累，还是得了什么奇症？为何会频频作呕？这，二姑娘，老夫人，这丫鬟恐怕不是得了什么病。大夫但说无妨，在座的都是自家人。这丫鬟已有小2个月的身孕了。红袖是老夫人身边最得力的，二丫头前日子向你要了去，原是当个保释的工人，出了这等丑事，宋大夫出府。贱婢，作死的东西！来人，给我拉下去，打烂他的嘴，直接杖毙！老夫人饶命！慢着，老夫人，一个巴掌拍不响，红袖肚子里的又不是她一个人能憋出来的，要把她杖毙不打紧。在此之前，总要盘问清楚，她到底是和谁勾搭在了一起。不过是贱婢满口胡言，打死便是。老大媳妇，你非要在这儿刨根问底，是存心让外人看咱们府上的笑话。老夫人身边可不止红袖一个大丫鬟，若是不查明严惩，难保以后不会有第2个、第3个红袖。这规矩若是坏了，大房和姑娘们的名声又该往哪儿放？混账！还愣着做什么？红袖，你跟我日子虽短，但向来是个懂分寸的。你肚里的孩子究竟是怎么来的，必有隐情。今日若你真有委屈，我娘定会为你做主。孩子保不住，起码能留你一条贱命。但你若执意硬扛，祖母的火气你也知道，拉出去便是死路一条。你可想明白了？既然他自己不想活，便听老夫人的吧。拖下去，杖毙。我说，我都说。到底是谁的胎记？是二少爷的。放肆！你个下贱胚子，竟敢将脏水泼到主子身上！住手！祖母既然怀疑红袖诬陷二哥，就更不能这么把人打死了。若没说个分明，就将他杖毙，二哥这染指祖母丫鬟的恶名，这辈子可就洗不干净了。红袖，
你嘴里的二少爷可知沈账？若有一句虚言，二房绝饶不了你，你会死得更惨。奴婢发誓，绝无半句谎言。二少爷平日虽有些张扬，但也没胆子在寿安堂动武。不是在寿安堂，1个多月前，二少爷将贴身玉佩落在了寿安堂，孙妈妈让奴婢送去二房。奴婢去的时候，二少爷刚练完武，在后房洗浴，他强行拽着奴婢不让走。二少爷贴身的小厮也是知情的，奴婢绝没撒谎。这事儿听着紧切，但也不能偏听一词。祖母，不如派人去将二哥叫来，与红袖当面对质，如何？胡闹！许夫人这会儿还在府里，还没走出门呢。你是诚心要在此时搅黄了这门婚事，存心毁了定国公府吗？既然如此，老夫人心中必自有决断。婉儿，咱们先退下吧。祖母，封口令还是快些下吧。长姐身孕的谣言，原本府内没人敢传，府外却一夜皆知。这回二哥的事，要是传得比曲夫人的轿子还快，那可就……娘，祖母礼佛心慈，也是要打杀人的。二婶那脾气，怕是手段更狠。红袖虽有错，念在她到底无辜，你尽量保她一命吧。既然二房如此喜欢嚼长姐的舌根，也来永清伯府看热闹，那这二房上梁不正下梁歪的雅事，也该让全京城的人好好乐一乐。姑娘，红袖的事落幕了，大夫人极力阻拦，二夫人没能当场把人打死，但红袖怀的孩子被一碗绝子药硬生生打了下来。据说被抬出去卖给人牙子的时候，整条石板路都是血，惨不忍睹。我那好祖母，天天吃斋念佛，口口声声悲病生命，到头来，别人的命在她眼里，却连国公府的一张面子都不如。方才下人多，娘不好问。今日在城外清水桥，你们当真见到昭平伯世子了？娘，若是昭平伯夫人过2日再上门提亲，您和父亲便应了这门婚事吧。婉儿，你别胡说，娘，您别听他的。婉儿，你向来有分寸，为何执意要我和你爹允婚？娘有所不知，昭平伯世子对长姐是一片赤诚，连女儿瞧了都于心不忍。他信了外面长姐有孕的荒谬流言，却在清水桥对长姐说，只要长姐不回永清伯府，他愿意娶长姐过门，那孩子便算作他的，他会视如己出。前世萧俊为了权势，也甘愿帮别人养孩子，可这一世，昭平伯世子却是在流言漫天时，甘愿舍下尊严娶长姐。两世考验，他确实是长姐的良配。没想他用情至此，当年若是没退婚，该有多好。娘，正因他一片真心，女儿才不能嫁。我已是和离之身，怎能去毁他一生的前程？长姐，你这心也太狠了。难道你真要眼睁睁看着他为你常备青灯古佛一辈子？这世道对女子极其严苛。长姐出身高贵，若你能风风光光的由昭平伯世子用8抬大轿迎娶再嫁，便是给天下所有受尽委屈不得不和离的女子做个榜样，告诉他们，和离女子不必在乎世俗异样的眼光，也可以过得幸福。长姐，就当是为了他们，勇敢的迈出这一步，好吗？这眼神和昨日兰老夫人看我时的眼神一模一样，他们分明都是透过我在看另外一个人。娘没事。婉儿，你方才那番话说得真好，娘很赞同。红袖那丫头既然卖了，娘把你身边的空缺补上，将我房里的夏荷指给你使唤。夏荷是娘用惯了的，银串丫头沉稳，我提拔她做大丫鬟，有她和珊瑚在身边足够了。二姑娘，国公爷回府了，刚到家便派人把二少爷抓去了祠堂，要当众重杖30大板，罚跪3天呢。老夫人明明下了死命令封口，谁吃了雄心豹子胆，竟敢把红袖的事捅到国公爷那里去？二房既然敢散播长姐的谣言，这封口令注定是个笑话。我知道这事儿是赵儿行差踏错，但红袖那贱婢生得狐媚，百般勾引，她才一时没把持住。
他吉时刚定下，过2天瞿夫人还要来呢，30板下去得躺半月，你这是要让两家难看吗？老夫人这意思是要我装聋作哑，全当不知这桩丑事了。红袖我已经处置发卖了，赵儿的大事要紧，责罚的事不急于这一时。老夫人以为这事瞒得住？我已经下了封口令，何府上下谁敢传出半个字去，老身绝不轻饶。老夫人，这事在府外已经彻底传开了。老夫人，不好了，外面现在满大街都在议论，说二姑娘的贴身大丫鬟怀了身孕，还说这丫鬟是祖母赏的，怀的正是二房二少爷的种。我的娃儿何其无辜，要受这般牵累。二房这1-2个月出了多少丢人现眼的事儿，定国公府的名声都快被二房给败光了。老夫人，二房若再不悔改，做出有损国公府门风的事，就别怪我做主，将二房彻底分出府去。这个逆子啊！老夫人明明下了死命令封口，这事怎么还传得满城风雨？这下怕是已经传进户部尚书的耳朵里了。给我查，去查！我倒要看看，是谁把我老婆子的话当成了耳旁风。查吧，就算你把这定国公府翻个底朝天，也休想查到我与表哥身上。这会儿取尚书府，只怕正憋着一口窝囊气，退不得亲，只能生厌了这死苍蝇。娘，您别为那些浑人生气了，气坏了身子不值当。娘如何能不气？你大哥也到了成亲的年纪，我和你爹原本还想着替他挑门清白的好亲事，如今府里出了这种荒唐事，连带着你大哥的名声都要受损。老夫人偏心二房也就罢了，竟把沈昌纵容到这般地步，连礼义廉耻都不顾了。长此以往，二房还指不定惹出什么塌天大祸。如今咱们家上梁不正下梁歪的名声在外，娘哪还有脸面上人家家里去提亲？大哥当初说相识太晚，有缘无分，如此经验好强的大哥，究竟是看上了哪家的姑娘？前世我未曾发觉，如今我要帮大哥查个明白。娘，大哥成日里为了我的终身之事瞎操心，说明他自己心里也是有成算的。您就放心吧，大哥定会娶一个与他两情相悦，哪哪都好的大嫂回来。他若真能让你省心，娘和你爹就烧高香了。不过这事儿也急不得，你出嫁在即，随后是二少爷娶亲，中间指不定还有你长姐的事。等你大哥成亲，估摸着怎么也要半年后了。那女儿便不嫁了，一直陪着娘。胡说！你不怕那道士的谶言应验，我和你爹还怕呢。早些把你送去晋北王府，我们做爹娘的才算彻底安心。道士曾说，当初在护国寺设局威胁他的人，就是我未来的夫君。可除了谢景逸还能是谁？谢景逸那大魔头几次三番帮我推亲，怎会是他威胁道士？当真是个算不灵光的江湖骗子。夫人，昭平伯府刚刚派人送来了拜帖，李管事不敢擅作主张，特让奴婢送来给夫人过目。老夫人、大夫人，昭平伯夫人到了。看来昭平伯夫人这次是铁了心要为子求亲了。今日这一遭，怕是没那么容易过去。老夫人风采依旧，瞧着比2年前还要精神些。上了年纪的人，1年不如1年。这退了亲后的2年，滋味不好受，哪儿还敢说比以前精神？当年是我对不起定国公府，更对不起玉儿。如今燕川那孩子与他还有缘分，还望府上能看在以往交情的份上，不计前嫌。哼，不计前嫌。前几日刺杀的事，我自知道昭平伯世子救了玉儿一命，有恩必报是应该的。可玉儿，可是个嫁过人的和离妇。当年是我太在乎旁人的眼光，才害了他们。老夫人放心，我绝不会再犯第2次错。昭平伯夫人也该知道，玉儿出嫁2年，从未怀过身孕。倘若她这辈子都生养不了，你们昭平伯府又当如何？二姐姐，老夫人这话说的
也太难听了点，这不是当面戳人心窝子吗？这坏话现在摊开了说，总比嫁过去后再闹僵了强。我昭平伯府承诺，鱼儿出嫁10年无子方可纳妾。若连这点诚意都没有，我也没脸面再开这个口。只要能让幼儿快活，我们府上什么要求都尽管答应。只要幼儿以后过得快乐，其他的，我这做娘的都不求了。老夫人，户部尚书夫人屈夫人来了。坏了，昭平伯刚翻出户部的贪墨大案，那曲尚书正焦头烂额呢。这时候仇人相见，可不是修罗场。老大媳妇，你去迎一下屈夫人。老太婆心真脏，明知道昭平伯夫人还坐在这儿，让我娘去迎昭平伯家的死对头，这是想当面打准亲家的脸，给人立威呢。二弟妹怎么还坐着发呆呢？嫡世沈丈刚和屈家定了亲，如今曲夫人上门，老夫人是让你这位准婆婆去迎，千万莫要失了礼数。今天来的倒是不巧，贵府这正招待着贵客呢。亲家母，这是哪里话？往后啊，昭平伯府和你们曲府都是我们定国公府的亲家了。听闻府上大姑娘重定亲事，真是可喜可贺。不过这姑娘家因为落一次水损了清誉，就非要执拗的嫁给对方。如今看来，这赌注下得太冒险了，一辈子可就全毁了。大姑娘当年落水强嫁，险些丢了性命。屈夫人这话分明是在暗讽我们丈儿品行不端，动了退亲的念头。亲家母莫听信外头的谣言，昨日府里碎嘴下人传的那些胡话，都是子虚乌有的事，就像前几日传幼儿怀孕一样扯谎。我已经重重惩治下人了。昭儿那孩子纯善，怎么会传出那些乱七八糟？哎，老夫人，咱们明人不说暗话。昨日二夫人还急着要早些迎娶我家嫣儿，可如今我家老爷深陷户部贪墨案，被折腾得焦头烂额。我这当家主母实在没心思准备嫁妆。今日我来，便是给府上通个信。送聘之事，且先缓缓，等我家老爷洗刷了冤屈，咱们再谈不迟。府上既然忙着，我便不再多留，告辞。昭平伯府当真是有本事，那贪墨案是昭平伯一手翻出来的，这下倒好，两家亲家，倒叫我们定国公府夹在中间，里外不是人。老夫人此言差矣，昭平伯乃户部侍郎，查账是尽职尽责，他查案时又怎会料到两家结亲的变故？再者，国公爷的脾性您是知道的，眼里最揉不得沙子。若昭平伯是徇私包庇之人，国公爷反倒瞧不上他了。老身乏了，幼儿这亲事也改日再商议吧。娘，昭平伯夫人，请留步。娘，能不能让长姐先出嫁，我再出嫁？婉儿，你祖母方才的意思，明显是将亲事按下了，她还没点头允婚。娘，祖母方才在屋里一口一个两位亲家，叫得比谁都顺口。既然两家皆知，如何能算没允婚？再者，长姐和离回家，婚事自主，本就无需祖母大包大揽。定国公夫人，我昭平伯府求娶大姑娘是10000个真心，这定亲玉佩还请夫人收下。多谢。祖母急着召我回来，是在为我让母亲收下昭平伯府定亲玉佩的事动怒。昭平伯夫人当年登门退亲，让你长姐吃了多少苦头，险些连命都丢了。如今她不过上门求了1次，你就十分着急把你长姐许出去，轻易得到的，他们岂会珍惜？我知道祖母是为长姐好，但我让母亲允婚，其实是特意为您，也是为二房着想。为二房好，我倒要听听你怎么个为二房法。父亲这个人最不喜被人威胁，您原已默许婚事，只因屈夫人说要暂缓二哥的婚事，您就立刻反口搁置长姐的婚事。这若是让传出去，旁人定会以为祖母是想拿长姐的终身大事去要挟昭平伯府与父亲，逼他们帮深陷贪墨案的户部尚书求情。胡说！我一心为你长姐，你们竟是这般编排我的。祖母，
父亲是吃软不吃硬的脾气，您若真想帮二房，就该主动跟父亲商议，退掉与户部尚书府大姑娘的亲事。您越是逼父亲去帮曲家，只怕越是适得其反。不打扰祖母休息，孙女告退。去前院传话，国公爷回府后，立刻让他滚来见我。婉儿，长姐，带上吧，这次再没人能夺走了。姑娘，您方才在寿安堂，为何要帮二房给国公爷出谋划策？您真要帮二房啊？傻丫头，我那是顺水推舟。父亲虽然吃软不吃硬，但他心思实诚得很。祖母待会儿若真的以退为进，让父亲去退婚，父亲绝对会当真。前世曲燕嫁进来，天天装委屈折腾我娘，这一世我要让父亲去主动提出退婚。看着心怀鬼胎的曲家，还敢摆什么高姿态？他们为了保住定国公府这棵大树，只会求着把女儿嫁进来。国公爷，玉儿和昭平伯世子的婚事，既然他们是诚心，就按长幼有序，让玉儿先出嫁，你怎么看？婉儿也是这个意思，儿子没意见。只是丈儿的事，昨日闹得沸沸扬扬，户部尚书夫人今日来，分明有退亲之意。曲家既然因为贪墨案焦头烂额，又嫌丈儿犯了错，依我看，国公爷，你把这门亲退了吧，我们定国公府高攀不起。这怎么成？丈儿行事无状在先，是我们定国公府对不住人家在后，要退亲也该是曲家上门来退。我定国公府怎能主动登门退婚？这成什么体统？可曲家如今深陷泥潭，你若不帮着求情，曲家怎么甘心将女儿嫁过来？老夫人，二姑娘当真是将国公爷的脾气给算得死死的。多谢定国公，在圣上面前据理力争。若非国公爷保荐，老夫这颗项上人头怕是难保了。保住尚书一职，老夫没齿难忘啊！屈尚书不必客气，只是我定国公府教子无方，逆子沈章的名声已然毁了。屈夫人前几日也引露退亲之意，这实乃人之常理。如今尊府若是有意，随时可将定亲玉佩送还，退了这门婚事，本国公绝无异议。这怎么成？国公爷救我曲家于水火，此时退亲，我曲家岂非成了忘恩负义的小人？万万不可，万万不可！退亲只要你我两家清白，旁人口舌并不重要。言尽于此，告辞。定国公有圣上圣恩，我如今失了户部实权，若再失了国公府这门亲事，曲家在这京城就彻底站不住了。这亲必须结。二弟妹啊，前些日子是我一时糊涂，因为府上的琐事急坏了脑子。如今咱们两家大喜在即，你看这送聘的吉日是不是得赶紧定下来了？可不能耽误了两位年轻人的好日子啊！亲家母说的是，这聘礼咱们定国公府一定半点不少。老大媳妇，娇儿娶亲的事儿已定下了，屈家那边宫中拿3万两银子备聘礼吧。老夫人，府里已有定制，二少爷娶妻按例出18000两，多出来的不知从何而来。定国公府名声坏了，委屈了屈大姑娘，只能在聘礼上做些弥补。娘，二房并未委屈屈大姑娘，屈大少爷装二哥下水在先，二哥救人在后。父亲曾让屈家退婚，是屈家死活不愿，既是心甘情愿，何来委屈？宫中钱没道理白送。老夫人都应承曲家了，难道要长辈失信？宫中出宫中的份，剩下的二房补齐就是。若真要动宫中，娘，您千万别去问父亲。要是让父亲知道咱们拿钱强求这门婚事，他没准真会亲自上门去把这亲给退了。既然如此，还是老夫人亲自和国公爷提吧。舅舅今日怎么突然来了？你长姐出嫁在即，你紧随其后。找你舅舅来，是想把你长姐当年在永清伯府的陪嫁全处理了。既然要换心，便一件晦气东西也不留。娘想得周到。明儿陪你长姐上街挑首饰，把最好的都补齐。长姐慢点，以后见姐夫，难道一辈子躲家里？休要胡说！什么姐夫？哎呀，被大哥带歪了，见谅。
这对紫玉簪不错，包起来。对不住，这是江英郡主先看上的，小的方才忙昏了头。沈二姑娘若喜欢，便让给你吧。怎么好夺人所好？这簪子很配沈二姑娘。我是给长姐选嫁妆。沈大姑娘请留步，我家郡主祝大姑娘有情人终成眷属，薄礼相贺。这份礼不止簪子，更是郡主给长姐撑的脸面。长姐，收下吧。这太贵重了，我与郡主并无深交，若知他要送我，方才不如直接买下。江陵郡主下月出嫁，长姐到时多备一份天装送去便好。婉儿，你怎么连郡主出嫁的日子都记得这般清楚？我怎能忘？前世她风光出嫁，谁知武成侯世子竟让她至死都守着完璧之躯，最后不堪折辱而自尽。听闻是太后保媒，皇上赐婚，婚期自然是满京城皆知。婉儿有心事？没，只是在想。长姐现在的样子真好看。那是谢景瑜的马，赤司这几天是住在这儿了吗？二姑娘，靖北王世子来府里了，正和世子爷在比武场呢。听说大哥这屋里有暗格，那幅画像一定藏在那儿。银票而已，用得着藏暗格里吗？真是浪费我功夫。沈二姑娘，找我有事？你为何在我大哥屋里沐浴？刚切磋完，不便带着汗气去见岳父大人，便见你大哥的地方洗洗。倒是你，进兄长室连门都不敲。谁是你岳父？不许乱叫！世子爷，小的给您添热水。热水放地上就行，本世子等会儿自取。退下。是奴才告退。帮我把热水拎过来倒了，总不能让救命恩人拎重物。你倒是一点不客气。说说吧，你在找什么？我来找东西的事，你不许告诉我大哥。瞧瞧床板下面，将被子和褥子掀起来，看看床板上有没有双层夹板。就不能一次把话说清楚，诚心看我热闹是吧？这簪子我定在哪里见过？只需想起簪子主人是谁，就能知道大哥心念的姑娘是谁了。看什么看？饭完了，给我倒杯茶。还没洗完呢，不就出那点汗？你一个大男人，洗澡比婉儿都慢。要不要我这大二哥亲自进来伺候，给你搓搓后背啊？你先出去，本世子这就起了。切，在边关泡温泉时也没见你这般金贵。行，我出去了。谢天谢地，姑娘可算平安回来了。在府里要是偷翻世子爷的东西被撞破，奴婢都没法向大夫人交代。姑娘，刚才南院传了话来，四姑娘被二夫人责罚，现在在祠堂罚跪呢。哦，沈氏向来在二房如履薄冰，能犯什么错落到二婶手里？说是去请安时冲撞了丫鬟，把二夫人那最心爱的玉净瓷瓶给打碎了。不过傍晚时分人就被放回去了，因着梅姨娘自掏腰包赔了损失。赔个瓷瓶，二婶可不是这般好打发的人，不过是借题发挥，冲着那3万两聘礼空缺去的。老夫人可有动静？奴婢听说老夫人明面上私底给了二夫人3000两贴补。3000两，祖母当真是一碗水端平的好手。她怕四婶瞧出端倪闹腾，
明面上给2房3000两做做样子，私底下肯定也给了4房3000两。二姑娘，老夫人今早说身体不适，免了各位姑娘的早请安。知道了，下去吧。听说昨儿晚饭后，四夫人去了寿安堂，走的时候还在抹眼泪呢。四夫人那是吃什么都不吃亏的主，叫她知道老夫人偏袒2房，补了银子不找补回来才怪了。到底是谁？前世我定见那人带过，若弄不清楚这簪子的来历，大哥的一辈子就要荒废在那画卷里。陈阁道家的3姑娘，礼部张尚书家的，或是吏部侍郎府的大姑娘。你刚才说谁？吏部侍郎府大姑娘，就是她。前世带过这只簪子的就是她。可以大哥的身份，若真是心仪他，直接提亲便是，为何要说明知不可为？难道这簪子现在还不属于他？永清伯摆明了是故意恶心人。怎么了？永清伯世子5日后迎娶表姑娘过门，方才竟然派人送了张喜帖，请国公爷夫人去喝喜酒。去喝喜酒？他们是觉得定国公府穷得没饭吃，还是觉得我长姐性子好到能笑看那对奸夫淫妇？婉儿，没必要生气。从和离那天起，我与那府邸便生死不弃。我不生气，可既然人家非要把脸送上来踩，我若不回一份厚礼，倒显得定国公府没规矩了。小姐，奴婢没打听出来，还把图纸给弄丢了。怎么这么不小心？奴婢在金玉阁门口前见吏部侍郎府的轿子，想去问问，结果被人撞了一下。等回头找时，图纸已经不见了。丢了就丢了吧，我再画一张便是。你也忙了一天，先下去歇息。小姐，小姐，你快来啊！出什么事了？谁送来的？奴婢不知道，一回房就瞧见他放在桌心了。爷，东西送到了。他可说什么了？沈二小姐在听大姑娘抚琴，属下在他们院里树上蹲的腿都麻了，也没见她进屋。想着她肯定能猜到，就把盒子搁桌上回来了。你确定她能猜到是我送的？除了您，谁还敢往定国公府送金簪？那不是嫌命长，来挖爷您的墙角吗？罢了，东西到他手里就好。出什么事了？没，张姐，是珊瑚那丫头胆小，见这只壁虎就吓破了腿。壁虎有毒，我换人来捉。不必，早被那叫声吓得穿窗跑了。到底是哪个活神仙送的？要送就留个姓名，这般莫名其妙进我闺房，简直是存心气我。小姐，有人私闯闺房送礼，要不要告诉国公爷？不必，此人虽无恶意，但事关我清誉，你们必须守口如瓶。婉儿，没2天就是靖北王世子的生辰，礼物可准备好了？还没开始绣呢。这么久还不见动静，知道的是你性子懒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这准世子妃不上心。娘，不过是个荷包，半天功夫就得了。礼物贵在心意，你又不亲自去靖北王府送，还不快些绣好，免得耽误了时辰。这金簪弄得我心力交瘁，罢了，总归要送，便在那荷包上多花点心思。哎呦，妹妹这荷包绣得大气，跟大哥这一身锦袍颇为相称。大哥，这是给靖北王世子的生辰礼。就送个荷包，你也太敷衍我那妹夫了。娘说礼轻情意重，你有意见找娘去。你若觉得不好意思亲自去靖北王府，大哥倒是可以帮你把他叫来，面交岂不更好？我不见。这荷包大哥瞧着顺眼，归我了。你再去给妹夫重新绣一个。沈律，你
荷包可以给你，但大哥得帮我干件事。5天后是永清伯世子迎娶表妹的正日子，帮我送份厚礼去。哎呦，这还没进门就臭成这样，天意呀！谁？是谁干的？永清伯府的喜事被砸了臭鸡蛋，闹得全京城都在看笑话。祖母，这定是二小姐和大哥出的主意。三妹妹这话说的好生奇怪。永清伯世子背弃我长姐，原本就是德行有亏，难保不是哪个看不过眼的正义人士替天行道。沈婉，你还有没有把定国公府的名声放在眼里？我与大哥正是为了个定公府的名声，长姐大义合离。若是任由那对男女在京城耀武扬威，别人才要说我们沈家窝囊呢。再说名声，二房捅出的漏子还不够用吗？比起那欺君之罪，扔两臭鸡蛋算什么本事？老夫人，云家刚才派人传了话，那幅富春山居图是真拿不回来了。这怎么行？国公爷都答应康王府要做弥补了。弟妹多虑了，康王是冲着国公爷的面子，这债本就该着落在二房头上。拿着二房的罪行去算计我舅舅的话，别想，话丢了，这窟窿你们自己拿命去填吧。二小姐，世子爷请您去前院书房一趟。我大哥又有何事？世子爷说了，让您千万别忘了带上您刚重绣的那只兰草荷包。沈丽这个坑妹的，竟然真把谢景怡给喊进府了。小姐，看样子这礼物您是躲不掉了。哎呦，突然有些腹痛，世子爷先坐，我失陪一下。沈丽，你给我等着！明日是你的生辰，我绣了个荷包送给你，祝你年年有今日，岁岁有今朝。你大哥腰间带着那只，也是你绣的？那个原是想托大哥转交你的，谁知他不仅不帮，还直接抢了去，我这才连夜另给你绣了这一只。给我戴上。啊！不就是系个荷包吗？在定国公府都怕成这样，以后嫁进靖北王府可怎么过？不能怂。这2日，你是不是在背后骂我？什么？可是撞疼了。能不疼吗？你刚才说什么？好端端的，我骂你做什么？自从前日送了你那只金簪，本世子这2天总是无端打喷嚏，若不是你在背后骂我，那便只能是着凉了。那只金簪是你送给我的，不然还有谁？你送人东西就算不当面给我，好歹留张字条告诉我一声，平白无故搁我书桌上，我还以为房里进了贼。二小姐，属下当时本想留纸条的，这不是没在您屋里瞧见笔吗？下回若再找不到笔，咬破指尖写血书。也可真会开玩笑。不对，你怎么知道我在找那只金簪？也算机缘巧合，那日陈平办事回府，正巧瞧见你身边的丫鬟银传。陈平把图纸带回王府，我瞧着那做工精细，像是宫里丝金方的手艺，便派人去了一趟。那这簪子你到底是从谁手里要回来的？永王是遣子师，他拿了图纸，专程命宫中玉匠为他长姐打造的。金簪是江陵郡主的。怎么了？我大哥喜欢江陵郡主。你确定？我只知道他房中藏了一幅画，画像中正是带着这簪子的姑娘，但却没有画脸。他宁可这辈子不成亲，也不愿对任何人吐露一个字，只说是有缘无分，原是为此。但今非昔比，江陵郡主和武成侯世子的婚事，乃是太后保媒，皇上亲赐。你大哥即便贵为国公府世子，也绝无可能强求。不，这婚事绝不能成。我会帮江陵郡主退婚的。
皇上赐婚不是儿戏，你的那些办法，断行不通。世子爷怎么知道我没办法？我这还没动手呢，你倒先泼起冷水来。你别轻举妄动，这事我帮你。你帮我？这可是要得罪武成侯世子，甚至会惹恼宋国公府、宋皇后还有太后。你图什么？你是我的世子妃，你得罪和我得罪，在旁人眼里并无区别。这怎么能一样？我若真惹了太后，太后执意搅黄我们的婚事，你我岂不……犯不着劳烦世子，这事儿我让大哥去办。你大哥若会做这等横刀夺爱之事，就不会日日在房中看着画卷，自叹有缘无分。我大哥平日端正，那是他不知道武成侯世子是何等不堪的烂人。他若知道江陵郡主嫁过去就是死路一条，大哥即使不能娶她，也定会想法子救她于火坑。武成侯世子的底细，你如何知道的？我之前偶然从花楼路过，恰好瞧见他醉醺醺的从里面出来，被小姬扶着。她一个大门不出二门不拜的国公府嫡女，怎会无端路过那等风月花楼？这线索我会着人去查。你大哥性子刚直冲动，知晓此事难免行事鲁莽，为避免打草惊蛇，这事交由我来办最为稳妥。既然世子开口，那我便放心了。这事若成，我定让大哥备下厚礼，好好谢你。什么事儿办成了，要让我好好谢谢妹夫。大哥，休要胡言。大哥不肯同我说你心上姑娘是谁，我方才拜托世子，往后在京中帮我多留意呀。我妹妹刚才当真只是让你帮着打听这个，我可警告你，我没什么心仪的姑娘。当真吗？那江陵郡主呢？你也不中意？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你每次在宴上偷看江陵郡主时的眼神，还能指望瞒过谁去？完了，这家伙当真是个妖孽，连这等隐秘无痕的事都能瞧出来。世子爷，我那好妹夫，这事儿千千万万不能透露给我妹妹知道。我这大舅兄的尊严可都在你手里捏着呢。世子爷什么时候瞧见沈大公子偷看江陵郡主了？平日世子去哪儿我都跟着，我怎么一回也没瞧见过？哦，爷这是拿了二姑娘给的准信儿，在这生套郎呢。大公子真是个老实的。本来还在愁如何接近江陵郡主，这下倒是有借口了。等谢景逸那边查实，我便拿着这金簪亲去永王府。小姐，江陵高傲，那日怎么会突然送大哥娘那么重的回礼？前世我没想明白，如今方懂，他是看在大哥的面上，在给我定国公府撑腰。既然两情相悦，前世却被那荒谬的赐婚与残酷的真相生生拆散。江陵郡主，这一世有我和谢景逸在，这火坑我们替你平了。虽说只隔了几百步，可你这一搬回来，院里冷蹭了许多。长姐莫愁，咱们说好了，往后午膳我去明月院陪你，晚膳你来清漪院陪我，左右不让你落单。昭平伯府明日便要送聘礼来，顺带商议婚期。老夫人此时叫停是何道理？未免夜长梦多，当先让赵儿迎娶屈大姑娘进门，玉儿的婚期且先缓一缓。可我和国公爷已经应允了昭平伯府。大嫂，定亲尚且能退，不过是让婚期往后延一延。那昭平伯府如今巴结咱们还来不及，岂敢有半句微词？祖母、二婶，你们急着办喜事是人之常情，但什么时候嫁女儿可不是定国公府单方面说了算的，得人家屈氏夫妇点头同意才行。我这便准备去曲府商议，总归我就当大嫂默认同意了。三姐姐，你也去曲尚书府？谁要去曲府？我出府去外祖岑家。可三姐姐不是前日才去过外祖家吗？前天去了，今天便不能再去了。多嘴。珊瑚，等三姑娘回府，找门房的小厮盯着，看看她今日到底去了哪儿。小姐，打听清楚了，三姑娘根本没去岑家，而是悄悄去了康王府。康王府？没了云家的话去顶罪，她在这个鼓眼上去康王府，定是去密谋如何收尾。二小姐，二夫人刚从曲府回来，传话过来，您的婚期正式延后了。二少爷的迎亲礼挪到了最前头，那曲尚书居然忙不迭的同意了。前世我大哥去求娶曲嫣，曲家百般拿扭，要了5万两聘礼还嫌不够，生生拖了半年。如今换了不学无术、名声烂透的沈城，他们反而上赶着打着滚同意了，真是骨头见到了骨子里。小姐，奴婢今日去金玉阁给您装裱画错，正好瞧见了曲大小姐身边的贴身大丫鬟。丫鬟出门置办东西，有什么可稀奇的？可那丫鬟不去正经药铺，却在街角偏僻处找了个跑江湖的郎中抓药，
奴婢好奇跟过去问了，那郎中说那丫鬟买的是烈性催情药，名唤鸳鸯散。前世我在康王府被人下药，落得那般凄惨下场。原来这药竟是曲嫣从江湖郎中手里买来的鸳鸯散。曲尚书和曲夫人疼极了曲大少爷和曲大姑娘，前世并无他人中这药，可见今世曲夫人是要把这药用在我大哥身上。小姐，你是说曲家想要对大石子下药？曲嫣虽然被沈章救了，不得不定亲，但只要还没过门就存在变数。一旦她跟我大哥生米熟成熟饭，她便不必嫁给沈章那个无赖。为了曲嫣一生的荣华，曲夫人一定会铤而走险，我绝不容许大哥再步入火坑。妹妹，你这风风火火的，又出什么事了？大哥，我来提醒你，千万防备着二房与屈尚书府，小心落入他们的算计。妹妹，曲大姑娘都已经许给二弟沈创了，他们作何还要算计我？正因为只是定亲，曲大姑娘若是过门前与你生了什么，你觉得最后娶她的是你还是二哥？我丫鬟在街上撞见屈夫人的亲信买了鸳鸯散，那是极烈的催情药。他们竟敢！父亲手握重兵，云家富可敌国，你这个大房世子，在他们眼里比沈超值钱100倍。从今往后，你若出门，贴身必须带上暗卫，若有不适，立刻强行带走，万勿逗留。大哥记下了。谁在外面？你这是病了？这大雁可是我们家那傻小子自己上山守了3天2夜才逮着的，总算没坏了规矩。伯夫人，实不相瞒，玉儿和世子的婚期怕是得往后延一延了。为何？难道是国公爷要悔婚？并不是，是老夫人做主，一定要先让二少爷沈超迎娶曲尚书的千金，说是曲家那边担心夜长梦多。可我这连吉日都请道士和好了，那屈夫人前几日不还处处拿捏亲事吗？怎么如今反倒急着让女儿过门了？老夫人疼爱二房，二弟妹在屈夫人跟前许诺了不少好处，我和国公爷心里不愿，可二房咬死要抢先，咱们也不好当众争执，怕是只能委屈世子再多等3、4个月了。娘，这事儿倒也并非没有回旋的余地。你这丫头又想出什么稀奇主意？只要二哥这个月完婚，长姐下个月出嫁，我在下下个月出阁，次序刚好错开。二哥急着抢先，咱们顺着往后紧跟便是。你这丫头想的倒是简单，这个月只剩10天，就算祖母再急，曲尚书府乃是书香清贵门第，哪里会同意这般仓促办喜事？那曲尚书如今在工部行事，步步谨慎，一心想攀劳定国公府这门亲。只要二婶前去游说，曲家未必不肯应允。娘，若曲家真答应下来，您和爹爹可得应下，下个月就让长姐出嫁。前世不是上次长姐出嫁是您替她梳妆，这回我想亲手给长姐上头。你平日睡到日上3竿，等你起床，昭平伯世子在门外都该急得火上浇油了。二姑娘有心献祝，实在难得。这暖玉沾满福气，最为吉利。倘若屈家应允仓促完婚，还望夫人成全下月的婚期。罢了，两情相悦本是美事。若是屈家肯这个月办喜事，我便依你们的意思。昭平伯世子为救我2个孙女舍身负伤，定国公府自然不是忘恩负义之家。既然国公爷已经应了婚事，我这做老婆子的也不会当这恶人。老夫人英明。不过凡事讲究个长幼有序，昭儿的婚期已定在最前头，为了不冲撞，玉儿的婚期便先往后缓上一缓吧。老夫人，此前我与国公爷已与伯夫人商议，长幼有序，自是玉儿在前，为何突然？大嫂，定亲尚且能退，何况只是延个期？曲尚书府如今门庭紧闭，咱们定国公府若不先让昭儿成婚以正名声，这午后的流言蜚语，难道要昭儿一辈子抬不起头吗？二姐姐，我和三姐姐等下要去东街逛逛首饰铺子，你同我们一起去吧。你们去吧，我不去了。我早就说他自命清高，绝不协与咱们同路，你偏不信。婉儿，义府姐妹，你何必把关系闹得这般生分？祖母误会了，孙女并非想生分，实在是孙女如今手里没钱了。先前为了补偿表妹，生怕九泉下的姑父姑母怪罪父亲，孙女可是把压箱底儿的银子全给那位买首饰了。三姑娘，康王府的云鸾郡主派人送来帖子，请您明日去王府赏花。云鸾郡主，你前2日不是才去过吗？
怎么又请？许是上次落了东西。神武这几日跟康王府走得太近了，难不成他们还没死心，仍在打我云家那幅富春山居图的主意？你这丫头，前些日子才说了让你们娘提前打招呼，结果还是临时起意就跑过来了。外祖母冤枉母亲了，是婉儿惦记着外祖母这儿的翡翠玉膏，拉着长姐偷偷翻墙过来的。来得正好，你长姐的婚期虽听闻要延后，但咱们云家这添妆可不能慢了。万一下个月就出阁，咱们不得忙个底朝天？大舅母，我这都2婚了，您别费心了。说什么傻话！燕川那孩子对你一片痴心，云家就是你的底气。哪怕他昭平伯府富庶，咱们云家的排场也绝不能输。外祖母，定国公府那头有人衍生云家的话，若是三房沈外或者康王府的人打着我的幌子来求话，您万万不可答应。哼，老身心中有数，那富春山居图岂是这等宵小能销售得起的？老夫人，不好了，定国公府出惊天大案了。说，出什么事了？是四少爷沈勋，他方才不知怎的中了极烈的催情药，竟然闯进了东跨院，和正待嫁的准二少奶奶曲大姑娘有了肌肤之亲。你说谁？沈渠和曲嫣？曲夫人啊，曲夫人，你费尽心思买来鸳鸯伞，本想算计我大哥，好让你女儿跳出沈昭的火拳，攀上定国公世子，没成想最后竟便宜了沈寻。定国公府如今真是乌云瘴气，沈老夫人平日里自诩规矩大过天，怎么亲生儿孙竟教成了这副德行？外祖母莫气，这种安杂事，咱们且看他们如何收场。你说什么？曲嫣和沈勋费了多少心思才保住这门亲事，结果那彩礼刚送进去，儿媳妇就变成了侄媳妇。沈勋四房，你们这群养不熟的白眼狼！婉儿，大哥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才好。果然是冲着大哥去。今日五位将军府大少爷请客，曲大少爷那帮人也在。席间沈勋突然说有事找我，我急着给他叮嘱，借口撤了，让他坐我的位置。谁知他喝了杯本该给我的不幸人，撞伤了曲大姑娘。这曲家竟歹毒至此！世子爷，出大事了！武成侯世子在花楼与人争风吃醋，被人从2楼一脚踹了下来，腿摔断了。干得漂亮！花楼那不是寻欢的地方，他一个准郡府，去那种地方做什么？大哥，别管他去做什么了，这事儿闹大了，永王府定会求皇上收回赐婚。等圣旨一撤，你便赶紧求父亲去永王府提亲。你若不好意思，小妹替你去说。你胡说什么？谁告诉你我喜欢江陵郡主的？谁说的不重要。大哥，你若再错过，小妹可真不管你了。娘，祖母又为难您了。曲大姑娘和沈寻出了这种事，亲事肯定得易主。老夫人非要我去曲府，把二哥的亲事改成四哥沈寻的。2房和4房造的孽，凭什么让我娘去定曲夫人的痛心子？娘，这事儿再急你也走慢些，尤其是这府里的石板路滑，万一不小心崴了脚，可得好好休养2天。你这丫头，行了，你们快回去歇着吧。姑娘，夫人刚才在回廊那儿不小心崴了脚，大夫说得静养，怕是去不了曲府了。银钏，这回多亏你机灵，在街上碰见那曲府的丫鬟买药，否则你家世子爷这辈子就毁了。拿去，这是赏你的。多谢姑娘，奴婢以后一定把招子放得更亮。奴婢这是沾了银钏的光了。是我沾你的光，要不是你帮我在姑娘面前说好话，我还在花园扫落叶呢。2房和4房的好日子，怕是没几天了。老大媳妇儿真是长本事了，头一回肚子疼，这回崴了脚，次次都这么凑巧。母亲，我不信这偏门事全是意外。眼看聘礼都送了，儿媳妇活生生变成了侄媳妇，我这口气无论如何咽不下，咽不下也得咽。生米煮成熟饭，薰儿也是我孙儿，肥水没流外人田。我已经查清楚了，薰儿是去找丽儿才中了招，我会让4房补偿赵儿，我总归对2房寄予厚望。康王府云峦郡主找你为了云家那幅富春山居图，郡主说掌门和云家联手在骗咱们，画一直就在云家，根本没送人，只要帮王府拿到那幅画，父亲的仕途，这忙咬死也要帮成。提的要求一个比一个离谱，
不仅聘礼不能少，还要额外补偿2万两，说是怕女儿嫁给个不学无术的吃亏。夫人，婚期定了，就定在这个月30。原本以为不可能，没想屈服比咱们还急。看来幼儿的婚事注定要被他2哥4哥挤到下月去了。皇上，臣弟恳求皇上收回成命，撤了江陵与武成侯世子的婚事。永王，你莫要听信街头巷尾的胡言乱语，圈子去查案的，并非坊间传闻。查案？查什么大案？需要每隔3、5日便去那勾栏瓦舍一次，还要长达1年之久。皇上，此事若说查案，莫不是欺君夺宠？皇上息怒，臣教子无方。查案，查到枕席上去了。皇室尊严不容玷污。武成侯世子品行不端，江陵郡主与武成侯府的亲事，就此作废。就照这个送吧。祖母，永王府的喜帖我去送。只是送喜帖，哪里用得着二姐姐亲自去？上回陪长姐买首饰，误抢了江陵郡主的簪子，郡主事后却将玉簪大方赠与长姐。我一直想登门道谢，况且郡主这几日退婚，心情定然不佳，我正好去宽慰她几句。那我与你一起去。三妹妹不是约了康王府的云峦郡主来府里吗？你若陪我去永王府，那云峦郡主谁来招呼？云峦郡主难得来，二姐姐当真不去见一见，没得叫人觉得咱们怠慢了。云峦郡主下帖子请三闺娘去赏花，可没邀请我。可见这么多姐妹里，郡主只有意与你一人邀好。二姐姐别胡说，我今日就要去永王府，三妹妹要陪我去，就今日。见过世子。沈二姑娘客气了，带沈二姑娘去内院，让郡主好好谢谢沈二姑娘。看来退婚的事，王世子知道是出于谢景玉的手笔，而谢景玉是为了帮我，他这是成了我的情。沈二姑娘，当真是稀客，你怎么来了？来送还郡主的金簪。这金簪我大哥已经送给靖北王世子了，怎么反而到了你手里？是靖北王世子误会了。我寻这只簪子，非为我自己想要，实是在我大哥沈丽书房里瞧见了一幅无面人的画像，那画上姑娘的发间正簪着这只金簪。这金簪原是旁人送我的。我知晓，江陵公主心里装的也是大哥。这一世，我拼了命也要护你们白头到老。靖北王世子，这又是来找我大哥的？不是，来找岳父大人的。你胡喊什么？妹夫，你可算来了！走走走，父亲在书房等候多时。大哥这个没心眼的，我有事寻他，他回回不在。谢景一倒是一请一个准，还有他隔三差五跟父亲在书房密谈，到底在谋划些什么？见过岳父大人。不要脸！我们不过是名义上的赐婚，他竟直接当面叫我爹岳父。妹夫，你这一声岳父喊的是不是也忒早了些？二哥，你都叫我妹夫，我不这么称呼岳父大人，岂非显得两家生分没规矩？这倒也是。是你父王让你来找我的？不，今日是为了二哥的事。这是你与江陵郡主的定情信物。定情信物？江陵郡主不是刚退了武成侯府的赐婚吗？岳父大人不知道，我该知道什么？这唱的又是哪一出？二哥对江陵郡主倾慕已久，婉儿无意间查到武成侯世子虚有其表，臣便做个顺水人情，帮永王府戳穿了这桩亲事。昨日在相国关奏武成侯世子的正是永王世子，今晨我已与永王世子暗中商议妥当，两家先以此玉佩为信，口头定盟。等过2月婉儿出嫁后，定国公府再正式登门提亲。我这做父亲的被蒙在鼓里，我儿子娶媳妇儿，竟然是还没过门的女婿给一手张罗的。岳父大人若是不同意这门亲事，我这便找永王世子将婚约取消。父亲不会不同意吧？江陵郡主早有赐婚，你什么时候喜欢上人家的？半年前。你既真心待她，两家亲事已定。等婉儿出阁后，我亲自去永王府为你提亲。多谢父亲。虽然不用跟妹夫见外，但二姑娘，听墙角这事，应该先跟大哥打声招呼的。大哥，你还有脸说？要不是世子和永王世子办事果断，等你慢吞吞去向父亲开口，大嫂早就被别人娶走了。这回，多谢你成全我大哥。行了，大恩不言谢，走，喝酒去。
凭什么？凭什么他沈婉琴棋书画样样不通，却有圣上赐婚，还有花不完的银子和父母的偏爱？我勤学苦练10余载，到头来竟沦为京城笑柄。云家那幅画既然软的不行，那便只能用些手段了。二姑娘，三妹妹带礼来了。三妹妹今儿可是稀客，怎么想起往我这清医院跑了？二姐姐这话远了，今儿云峦郡主来府里，见你不在，甚是惋惜，托我带了这盒上好的胭脂，说是二姐姐最爱的色号，我哪敢怠慢。无事献殷勤，这胭脂里别是掺了什么毒？云峦郡主的心意我领了，不过我这儿胭脂多的用不完，三妹妹还是留着自个儿使吧。二姐姐当真不要？三妹妹见外了，我若想要，断不会跟你客气的。姑娘瞧准了，二姑娘院里确实养着那个云大少爷送的信鸽，属下刚才借机探看，那鸽子脚脖子上有绑过书信的压痕，想必他们私下里没少给云家传喜。大哥送上门来，可是要交代半年前那场雨中情缘了？你这丫头，好奇心重的能吃人。我要是没这好奇心，大哥现在的婚事还悬着呢。行了，半年前江陵郡主在护国寺玉宇金马，是我救的。那天两人摔得一身泥，要多狼狈有多狼狈。肯定不止救人那么简单，多半是亲到人家姑娘了。妹夫，靖北王世子让我带个话，让你谢他。欠他人情的是你，为何要我谢？他说在乎的不是虚礼，是想尝尝你做的糕点。糕点他还没忘。前年你做的那回，他没尝成，一直记到现在。这2年他在关外想的抓心挠肺，我就怕他一口下去毁了这门亲事。沈丽，杜妈妈，您先别叹气，给尝尝。如何？可还香甜？不难吃，不难吃就行。珊瑚全部装上，一块别剩。姑娘，真不再练练？他非要吃我做的，尝到这个味儿就行了。看着倒是色香味俱满。大哥快送，晚了该凉了。父亲回来正好，替妹夫尝一块。送吧，让他享用。沈世子这食盒里是什么宝贝？这一路闻着这么香气。我妹妹给准妹夫做的糕点，那必须替谢世子尝尝。怎么样？棒极了！你这话也太没良心了吧！那糕点咸的老子舌头都麻了。我夸的是沈二姑娘，这等糕点都敢往靖北王府送，说明谢世子的命彻底被这位小祖宗给攥住了。哟，沈家送来的？是婉儿亲手做的生辰礼。父皇公务繁忙，还是别……你这孩子，连你亲爹都要防着，我也尝尝我未来儿媳的手艺。沈静和靖北王呢？为何还没到？皇上，2位大人今日怕是都来不了了。为何？靖北王世子想吃沈二姑娘的糕点，沈二姑娘今日做了一些，定国公尝了一块，靖北王爷也尝了一块。罢了罢了，朕的左右膀臂竟然被几块糕点给彻底撂倒了。这沈二姑娘当真是巾帼不让须眉，兵不血刃呢。算了。这小半块糕点，当真是威力无穷。哎，我问你，国公爷今早可吃了二姑娘送去的糕点？国公爷觉得二姑娘纯孝，吃了一整块呢，这会儿正拉得起不来神。他莫非是故意做这般难吃的糕点，来气本世子？爷，属下查明了，沈二姑娘没下药，她也是真不会做。为了给您备着生辰礼，她特地拉着杜妈妈在厨房学了3天，才勉强做成这样。那2年前，沈芳备着不让我吃，
大公子那是怕有损二姑娘的名声，才含泪硬撑着吃完的。他这会儿可有被责呢？沈老夫人发了话，要二姑娘在出嫁之前必须学会厨艺。二姐姐，我们还想来瞧你学烧菜呢，你怎么这么不小心，倒把手给切伤了？想看烧菜，三妹妹该去大厨房，我这儿供不起你这尊大佛。亏得祖母还指望你把丢掉的面子找回来，大伯母也真是，怎的就没教过你这些？我看二姐姐就算学会了，靖北王世子只怕也不敢吃。还好，鸽子没摔着。二姐姐，我不是故意的。行了，别打扰二姐姐养伤了，咱们走。要不是这家伙非要尝什么糕点，我何至于切了手？更气的是，他自己倒是一块没吃。你手怎么了？不碍事，祖母让我学厨，我不小心切了一刀。严不严重？没事。以后别学了。没事，我便先回清医院了。只是协议成亲，他刚才在人前的关心未免演得太过了。错觉，我绝不能被他这副深情相欺，忘了前世他亲自扬我骨灰的惨烈。婉儿，手割得深不深，严不严重？不碍事。大夫人，刚才在世子爷那儿，靖北王世子瞧见姑娘伤了手，便放话不让姑娘再学厨艺了。罢了，原本还想让你学些看家粥水，既然世子发了话，你以后便别进小厨房了。娘的意思是，我当真不用学了？娘去挑几个厨艺好的大丫鬟做陪嫁。你若真喜欢上了她，有了心意，自己便会愿意下厨。姑娘，这鸽子今儿也不知受了什么惊吓，平日里最爱吃的豌豆，竟是一粒也不碰。这可是宫里的供药呢，世子爷对姑娘还真是体贴细致。他在人前装装样子便罢了，怎么私底下还让暗卫来送药？虽然这大魔头行事难猜，但这供药确实极好，我的伤口也疼得厉害，不用白不用。听闻你昨日在厨房切了手，怎么这般不省心？伤得可严重啊？老祖母惦念，其实就是层皮外伤，昨夜涂了药，今晨便已经结痂了。老夫人，二房的喜宴不日便要操办了，这宾客的喜帖单子，您再过目一二。怎么门窗关着，鸽子却飞出笼子了？这只才是表哥送我的信鸽，笼子里那是只假的。昨日沈西故意打翻竹笼，神武的丫鬟抢着捡回，原来是在这个鼓眼上偷梁换柱。珊瑚，快去前院备车，我要立刻送贾哥出府回云家。二姑娘，前院传来急信，康王今晨在大殿上献给皇上的《富春山居图》被当场查出是一幅赝品，皇上龙颜大怒，正要问罪呢。祖母，大事不好了！康王今晨献了幅赝品画给皇上，如今龙颜大怒，正要降罪呢。急急躁躁的，成何体统？康王惹怒皇上，与我们定国公府又不相干，何来不好二字？我只是与云峦郡主交好，替康王府担心罢了。行了，真迹左右不在云家，康王府自己消息有误，怪不得旁人。我们帮不上忙，也算不得出错。表妹，怎么这时候过来了？可曾吃过午饭？表哥，你前些日子给我的那只信鸽，
昨日下午可是飞回过云家？飞回过。字条上假借你的名义，要我将黄老的真迹交给国公府的小厮。果然是他们。表妹放心，你先前特意来叮嘱过，防备着有人假借你的名义骗话。我若真这般被诓了去，这大表哥也当得太好骗了些。我出府时听说康王今晨献给皇上的是赝品，那画……我提前让人临摹了一幅足以乱真的赝品，昨日前脚刚磨好，后脚信鸽就到了。我心中生疑，便将那幅赝品给了小厮，派人一路尾随，亲眼看着画被送进了康王府。真画还在我手里放着呢，哪怕真出事了，大不了闹到御前。我说一时慌忙拿错了真意，将功折罪便是，总好过真迹白白被他们做贼弄了去。想要那幅画，大大方方上门买就是。云家又非不通情理，为了几千两银子做这等偷鸡摸狗的勾当，真是丢尽了祖宗的脸面。一帮自诩尊贵的贵人，为了财货不择手段。婉儿，难为你一个闺阁女儿，竟比你爹娘看的还要透彻些。可不是，这次若非婉儿机警，云家这千年名声，怕是要被这帮贼人给平白祸害了。父亲，女儿要告状，咱们府里出家贼了。家贼？胡闹什么？大表哥先前为了方便我捎带物养，送了我一只信鸽，谁知前日有人偷偷用假鸽换了我的信鸽，假传飞鸽传书，欺骗我表哥将云家珍藏的《富春山居图》交出来。得亏大表哥忙中出错，拿错了一幅赝品画，这才没让那贼人得逞。康王今晨献了赝品画，原来根子出在我沈家内部。沈家竟出了这等偷梁换柱之事，给我查出是谁偷了二小姐的信鸽，绝不姑息。二姑娘，老夫人请您过去一趟。清溪院就在那里，李管事尽管带人查便是。清溪院里真的出了窃贼？要不是那信鸽又从云家飞回来，孙女还不知道有人敢在眼皮子底下偷梁换柱。云家之前不是说画没拿回来吗？怎么真迹又在云家了？二姐姐，云家这是在故意骗我们国公府，还是你在骗大家？三妹妹，非要把话说的那么浅显，你才懂吗？你什么意思？云家为了拿回那幅画，出动了2幅名画，外加1万两银子，那是云家的钱，不是大风刮来的。审题一个冒牌货捅出来的窟窿，凭什么要我舅舅去填？二姐姐，是我不让云家把画送来的，倒是三妹妹，你这2天往康王府跑的勤，云峦郡主来府里你也没少作陪，怎么就没提醒他一声画没拿回来？昌王献给皇上的那幅赝品，莫不是四妹妹陪的那幅？二姐姐这话是在怀疑我偷换信鸽去骗画？怀疑你？你有这个本事吗？你好在被骗走的只是幅赝品，云家损失不大。我以后也会好好反省，管不住别人，总能看好自己的东西。即便如此，二姐姐与云大少爷飞鸽传书，怕是不妥吧？一个待嫁女子与外男如此频繁联系，万一叫靖北王世子误会了。表哥在我眼里就如亲大哥一般，三妹妹这么在乎名声，我也没见你名声有多好。祖母，你看她，你三妹妹也是关心你。我知道，三妹妹是自己名声没了，吃过苦头，
才见不得我不把名声当回事，怕我最后悔之晚矣。是我说话冲了，三妹妹别介意。婉儿，信哥的事到此为止，以后若有事，打发丫鬟去云家，别再用飞鸽了。女儿知道。姑娘，您明着告诉他们真姬在云家，康王府定会来纠缠的。我不说，他们也迟早会知道。与其等他们背后捅娄子，不如引他们正大光明的求。康王现在献了赝品，惹怒圣颜，他等得起，皇上的怒火可不等他。二姑娘，康王府的轿子到了，康王妃亲自登门了。定国公夫人，定国公府故意用一副赝品欺瞒康王府，是何居心？如今皇上在御书房大发雷霆，这罪名，你们定国公府担得起吗？王妃息怒，这其中定是有什么误会。误会？我不管你们有什么误会，明日太阳落山之前，若见不到真迹送去康王府，后果你们自负。老大媳妇儿，你来得正好。老夫人，康王献给皇上的那幅赝品，当真是二房赔给康王的？大嫂，当务之急是平息康王和皇上的怒火。你平息怒火？二房有脸做，就没脸去认吗？偷换婉儿的信鸽，假托婉儿名义去云家骗话，这事儿若传回云家，我都没脸见我娘家大哥。如今把大祸招来了，你们哪来的脸皮，还要我来帮二房擦屁股？二姐姐息怒，是我一时鬼迷心窍，偷换了你的信鸽，去骗云家拿话的。二姐姐生气，怎么罚我打我都行，但这错不能连累定国公府。你帮帮我，去云家拿真迹吧。偷我的鸽子，打着我的幌子去骗我外祖家，事发了还想让我去帮你？四妹妹，你凭什么觉得我神婉，有这般好说话？你若不帮我便当场扎下去。有本事你便扎得深一些，让京城百姓都瞧瞧，你沈四姑娘骗话不成，便拿命来威胁长房，看看到时候有人是说你死有余辜，还是说我狠心。来人，把她给我嫁出去。身体胆大包天，偷换信鸽，我已经重罚他去跪佛堂了。但康王那边，婉儿那话真迹毕竟在云家，我不顾念姐妹之情，祖母要罚我跪佛堂我认，但这个忙我不会帮。你这油盐不进的！国公请，你来的正好。去，把老二给我叫来。犯错的是妻儿，就算老二教女无方，你也不能动手打亲弟弟呀！一个个是觉得我沈金有这么好骗是吗？这么大的事，是一个女儿家能做主的？送去康王府的话，你们都不过问一句，就任由四姑娘送去康王府？沈姬，就算她教女无方，你要罚她我也没话。可过2日便是府里的大喜日子，她还要帮着张罗。这时候若是打了，没有了二弟张罗，这享定国公府的门难道就开不成了？拖下去，重重的打，30大板，1板都不许偷懒。父亲罚了二叔，
本不该我多嘴，可祖母方才说，这都是沈提一人所为。沈提偷换信鸽，假传我意去骗云家，如此重罪，祖母竟只罚他在佛堂反省。这么不痛不痒的罚，怕是往后他还要变本加厉吧？我定国公府的家规何时松散到这种地步了？让泽四姑娘30大板！罚也罚了，可康王那头的话，云家不欠我定国公府的，更不欠二房的。大嫂，没那话，康王若是闹开了，老爷的仕途就全毁了。二婶，为了替沈提赞后，我外主家可是花了1万两银子，外加2幅古画才买回来的。二婶这张口求人是想要云家白送。云家开门做生意，二房若舍得银子去买，那是止损。这忙我帮不上。云老夫人，1万两搁这儿了，把画给我吧。且慢，1万两不是小数，为了避免出了这包门再出什么真假纠纷，还请二弟妹找2个内行来当众验货。您多心了，自家人。婉儿特地叮嘱过，防人之心不可无，还是按他说的办吧。王妃莫怪，咱们家婉儿不善厨艺，前几日那一盘糕点倒是叫晋北王受苦了。这全是玉儿那孩子不懂事，二姑娘还是个待嫁的娇客，她便非要人家洗手做羹汤，实在是过分。婉儿莫恼，我已经替你好生训斥过她了。往后进了门，王府的厨子随你差遣，断不会让你再受这种罪。婉儿这孩子呀，学别的都挺快，唯独这厨艺，我有心教他，奈何他一进厨房就又切伤了手。眼见着要出阁了，真不知道这厨艺还学不学得会。老夫人多虑了，方才来的路上，玉儿还特地叮嘱我，若是有人又拿这事笑话二姑娘，便让我代为传个话。她说，她这世子妃金贵，不需要会什么厨艺，让亲家母千万莫要勉强了二姑娘。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胡说些什么？景玉，你和沈二小姐的喜酒定在几时啊？下个月。下个月？不对啊，我昨日怎么听沈世子说是下个月？沈丽，你刚才说婚约在下个月，景玉兄却说是下个月，你们2个到底谁记错了日子？原本是说下个月的，奈何婉儿执意要大姐先出阁，只能把婚期推迟到下个月了。世子，你是迷路了吗？你疯了，要吓死我是不是？快放我下去！怕摔下去，就抱紧我。为何把婚期延后？什么延后？本就没定下。 3个月内不嫁，不是有血光之灾吗？那是用来诓我爹的，你明知道是假的。我知道，但岳父大人不知道。我们2年之约，从皇上赐婚算起，我哪天抬进王府，并不重要。我下个月迎娶你过门。那不行，下个月我长姐出嫁，府中不能1个月办2桩喜事。就不能本世子先娶吗？
又不是真成亲，你这么着急做什么？你说呢？别动，小心摔下去。死混蛋，把我带到树上，又在这装什么神情？若非打不过你，我早把你踹下去了。这府里人心不齐，老夫人正变着法子为难昭平伯府呢。若长姐不在我之前定下婚期出嫁，不知要被拖到哪年哪月。我实在怕她这桩亲事再出变数，你就答应让我长姐先出嫁好不好？也就推迟那么几天，你就当全了我的一片苦心，成不成？嘴上求着我，心里却在骂我。他难道有读心术不成？没有，我哪敢呀。推迟婚期也行，你打算怎么补偿我？推迟婚期你又没什么损失，大不了我让昭平伯世子往后多。我是要你补偿我。那先记账行不行？我现在身上没带钱，等日后我正式过了门，再一并补给你。钱？他竟然以为我要的补偿是钱？本少子看起来很缺那几个铜板吗？下次再敢故意曲解我的意思气我，就别怪我更过分。你混蛋！别哭了，大不了我让你亲回来就是。谁要亲你？再欺负我，我咬死你！我可是属狗的。一会儿走的时候，岳父大人若问起这伤，你说我该怎么回？你翻墙走，不许从大门过。没过门就敢轻薄我，真要嫁进王府，岂不是要被他欺负死？谁？欺负完我又送钱来，这混蛋，该不会是刚才被我咬坏了脑子吧？姑娘，您真就这么收下了？这可是晋北王世子的。为什么不收？他白日里在树上那般轻薄我，这2万两全当是赔罪的利钱了。我不只要收，我还要花的他一个铜板都不剩。孙儿孙媳给祖母敬茶。好，起来吧。以后进了定国公府，要尽心侍奉长辈。上回在翡翠阁与二姑娘闹了些不愉快，如今咱们成了一家人，还望二姑娘莫要与我一般见识。前世你也这般假惺惺的敬茶，害我打碎杯盏，落了个得理不饶人的恶名。四嫂不说，我都快想不起那桩旧事了。当日我处事也过激了些，如今既然是一家人，自当接过。四嫂也莫要放在心上。以后就是一家人了，好好相处。二姑娘，不好了！你养在花园里那株玉带紫袍茶花，方才被四少奶奶不小心给折断了。折断了？那是我外祖家送的心头好，我好心挪到花园供宾客赏玩，他才进门1个时辰，就非要断我的心头肉。二妹妹，实在是对不住，方才我在花园不小心折断了你的玉带紫袍，我笨手笨脚，实在是对不住。四嫂言重了，那株玉带紫袍之前是我的，但栽到了花园里，我就没想过再挖出来。折断了是可惜了些，但四嫂并非故意，我又岂会生气？这小贱人怎么变得如棉花一般，怎么打都没个响应。嫁进定国公府之前，我一直担心翡翠楼的不愉快，二妹妹会对我有意见，
如今看来，倒是我多虑了。四嫂不知我的性子，以后相处久了，自然就知道了。这红玉瓶当真是精致漂亮。想来这只也是赝品了，我看着倒是极合眼缘。这可是我的心头好，但四嫂嫂若真这般喜欢，那便拿去吧。二妹妹既然这般大方，那做嫂嫂的便不与你客气了。那角落我撞坏过2回花瓶，心疼的紧，这才放了个几两银子的赝品充数。他既然喜欢抢，就让他抢个够。二姐姐对四嫂可真大度，她折了你的玉带紫袍，你不仅不弃，还送她那般昂贵的彩瓷瓶，也不见你送祖母这一等好的。四嫂才过门，又非故意，再者，那不过是一只赝品，四嫂想要，我便送了。赝品？二姐姐送自家人东西，竟送赝品？四嫂自己知道那是赝品，却依然觉得好看想要，我这才送的。那般好看的赝品，我也想要一只。想要还不简单，去街上买就是了，一文不值。老夫人，马车备好了，今日带鱼儿和婉儿去一趟护国寺，请清远道长算一算两门婚事的吉日。这事儿不该是昭平伯府送日子来定国公府敲定吗？玉儿的婚期要延后，但婉儿得在下个月初8前出阁，时间太紧，必须先测算吉时。昭平伯夫人已带着世子在寺里等候了。大姑娘与世子两情相悦，此月16行大礼，日子吉吉，定能白首偕老，子孙绵绵。多谢道长吉言。道长，那小女的吉日？此2人八字皆贵不可言，天造地设。要老道说，下个月初8，便是锦上添花的绝对吉日。今日多谢道长了。姑娘大义，老道也不能含糊。姑娘给老道出了恶气，给靖北王世子下泻药的事儿，老道可是记着情的。下泻药？等等，威胁你，说我3个月内不嫁人有血光之灾的那个无耻之徒，是谢景玉。谢景玉，你这个死混蛋，害得我担惊受怕，不得不带上凤冠求嫁的罪魁祸首，居然是你自己设的局，还装模作样把世子妃的位置借给我，你脑袋被驴踢了吗？去，给我去那郎中那儿买些最烈的泻药，毒药也买上1包。姑娘，这使不得，还不快去！婉儿，脸色怎的这般差？可是哪里不舒服？娘，我没事。日子终于是定下了，这个月16。这几日得赶紧备齐剩下的物件，时间紧凑，可不能马虎。谢景玉，你这个卑鄙小人！下个月初8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二姑娘，前院世子爷正招呼靖北王。他又来了？是的，在世子爷书房下棋。把刚才买的最烈的泻药给我。姑娘，这服下会拉到脱水的，使不得啊！天茶，妹妹，
你怎么亲自做这粗活？妹夫，这怕是沾了你的光吧？或许。顺道来告诉大哥，长姐的婚期定在16，我则定在下个月初8。药效极快，怎么还没动静？怎么会是大哥？姑娘，您方才是不是把茶盏给端错了？怎么又回来了？我来看你死没死。沈二姑娘就这般恨我，你纵然在茶里下了药，想必也不忍心守寡吧？你别喝！你吐出来！真下药了，不过亲了一下，你舍得毒死我？你为什么要威胁清远道长，让他骗我爹娘，说我3个月内不嫁人就有血光之灾？不这般做，你肯乖乖嫁我？少骗人，我要听真话。真话便是，那日你在我梦里被我不小心非礼了，所以本世子必须娶你，对你负责。负责？你这种事也随随便便往外说，非礼一下就要负责？满京城这么多大家闺秀，你娶得完吗？非礼你一个已是不该，你还想我非礼多少个？既然是梦，你不说又没人知道，也不用你负责。不负责，我良心过意不去。谁信你的良心？前世杀人不眨眼的活阎王，现在装什么道德感？奇怪了，我也没同吃婉儿的糕点，怎么这肚子疼得翻江倒海？大哥，你怎么了？不行，还得吃一趟。你把茶给我大哥喝了！你端茶给我，你大哥有意见，我只好顺了他的意换给他了。你分明是故意的，你的良心呢？姑娘，你刚才给我的是什么药？是泻药。姑娘，您要最毒的药，奴婢哪敢买啊？本想让他吃点苦头，结果全让亲哥给受了，气死我了！快去求顺安，把我爹之前剩下的止泻供药给大哥送去。谢景玉，你给我交代清楚，你到底做了什么，能把我那个心地善良的妹妹气到给你泻药？也没什么，婉儿不想嫁人，想利用道士，我不过是反利用了一下，现在被他发现了。难怪道士说血光之灾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难道你看不出来我喜欢你妹妹吗？够直白的，你这么聪明的人，会喜欢我那个缺心眼妹妹？那你不早上门提亲？你以为我不想早上门提亲？你我两家非寻常人家，我娶婉儿，皇上必会忌惮。我有事没事来找你，不过是想试探皇上的底线吧。所以你之前那些好兄弟的来往，全是冲着我妹妹来的，藏得够深的啊！想当我妹夫，先过了大哥这一关再说。姑娘，怎么了？可是茶不合口。没事，把云家前2日送来的熏香换上。姑娘，午后便已经换过了。把匣子拿来，我瞧瞧。装香的匣子没错，送香的日子也没错，可这里面的香被调包了。前世这香我用到了出嫁，难道这时便已经……婉儿做了我的梦，就要对我负责。谢景玉，你这个混蛋！
在你的梦里非礼我也就算了，怎么连我自己的梦都不放过我？瞧你这脸色，昨晚没睡好。想到即将远嫁，舍不得爹娘的国公府，总是睡不踏实。傻孩子，二姑娘迟早是要嫁的，只是大姑娘的事委实急了些。咱们府里接连3个月办喜事，这流水席摆的，累得人骨头都要散了。若非四嫂因意外急着进门，长姐也能嫁得从容些。既然日子都定下了，二婶还是多留些力气打理内务吧。长姐，你这屋里的香也是云家昨日送来的，味道很是淡雅，闻着心神都宁静不少。姑娘，云老夫人做了您最爱的栗子酥，特让奴婢带回来。表姑娘送来的到底是什么香？表姑娘说特意给2位姑娘寻了上等的灵犀香啊。西香，快把香灭掉！婉儿，到底怎么了？长姐，咱们用的香被人换了。香铺的大夫怎么说？大夫查了大半天，才从香料碎屑里查出了一味慢性毒药。他说这香里掺了不干净的东西，只要闻上1个月，会如何？女子便难怀上身孕。这些人的心竟然狠毒到了要断我们2姐妹后路的地步。